却又惊雷起。常言落日山河浊，你在缥缈云里花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唱歌一曲，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唱歌一曲，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唱歌一曲。每次想起你，依稀枕边耳语；每次见到你，铁马金戈监狱。荡气回肠千山外，悠悠在我心里梦里，悠悠在我心里梦里。唱歌一曲，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唱歌一曲，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唱歌一曲。是你！不错，王文月，你没有想到时隔多年，我还会回来找你吧？堂堂的江州刺史府衙署管驿，怎么会发生凶案？真是太不可思议了。听说死者是2天前住进来的卸任县令，在此等待生命。现在，刺史大人和司马大人正在勘察现场。哎呀，不知会有什么结果。是啊。这不是武平县令黄文月吗？正是，他于10日前任满，回到江州，卑职命有司安排其住到管驿之中，待生命结束后，便上奏吏部另行差遣。谁料到竟会出现这种事情？关城，在。大人，昨夜听到什么声音了吗？昨晚是卑职之夜，大约2更时分，好像听到房中有争吵之声。哦，但很快就停止了。之后呢？之后就没有动静了。昨夜
有人来找过黄大人吗？哦，好像有一个身穿黑斗篷的人来过，哦，但没看清模样。命仵作前来验尸，封闭馆驿，立刻调查。是。借问余家，到武平县城是走这条路吗？哦，老人家，到武平县是走这条路吗？对呀，由此往北10里就是武平县城了。好，多谢老人家。叔父，茶煮好了。好。怎么样？茶好，水好，就是这烹茶的手艺稍微差了一点啊。得了吧，叔父，您老人家就凑合点吧。大早起河州出城到现在，您老钓了一上午了，连条鱼影也没见着，害得我们白白陪您待了几个时辰。我看。您这手艺还不如我呢。哎，有大鱼！哎，元芳，哎，出来！哎，大鱼！哎，快！别急，大人先溜达了，别让我过。冒头了！大人，快点，快拉起来，使劲儿啊！使劲儿啊！别跑了！来，我来！大人，我来！干什么？你小心点！小心我的尸啊！别管事了，先把鱼拉上来。这条鱼还得10来1斤重啊！大人，您来江州1年多，这尸血了不少，可鱼是一条也没钓上来。今天是收获。哎，如燕，我的尸啊，我的尸都弄湿了。反正都是湿就湿了吧。别管了，给我。这怎么回事？这……师傅，你看，元芳，快救人！慢点！如燕，啊，快呀！快点，元芳！再加把劲儿！怎么回事啊？这小娘们跳江了！什么？你他妈给我跳下去，把她捞上来啊！快点啊！快！小的不会水啊，这你给我下去啊！这他妈一群废物！下去！快点！来，抓住竹钩！对，使劲！好，抓住杆子！哎，马上就好了。把手给我，拉住上来，拉起！哎，再使劲！给我！躺下，给他躺下。叔父，你快来看看。啊，好，叔父，他怎么不动了？别着急，这是让水冲的闭住了气。
胡爷，你按压他的胸部，让他吐出几口水就好了。醒了，行了，他醒了。弄船的，把船驶过来，把船驶过来！你们他妈骗他们呀！快把那船上小娘们交出来！快点啊！去不了倒着走！听见没有？快点，把船还过来！他妈的混蛋！混蛋，把船还过来！听见没有？还过来！让那小娘们烧了！听见没有？慢点，求求你们，救救我！千万别把我交到他们手上。你放心吧，不会的。你们他妈的混账王八蛋，竟然连侯府的人都敢抢啊！我看你想不想活了？快点，赶快把船还过来！远方，别理他们，我们走。把你们一个个全部给我弄掉，耗子你们祖坟！听见没有？还过来！还过来！不想活了！还过来！你们可真敢啊！回来！回来！回来！你叫什么名字？锦娘，锦娘，这名字好听得紧。哦，刚刚追赶你的那些恶仆是什么人？是平南侯府的人，平南侯府。正是。他们为什么追赶于你啊？没什么。侯爷，啊，侯爷，多儿，锦娘呢？被人救走了。什么？救走了？快说，到底怎么回事？我率人追赶锦娘来到江边，这丫头见我们追得急了，竟然不顾死活跳下了悬崖，被江面几个使船的渔夫给救了。我连声喝骂，让他们交人，可他们毫不理睬，将船径直划走了。你他娘混蛋！一群废物，连个小女子和几个臭渔夫也对付不了，我养你们有什么用啊？侯爷，谁想到锦娘她会跳崖呢？等我们赶到江边，那些渔夫已将锦娘救起，我们连唬带吓，都说出了咱平南侯府的名头了。可那几个人理都不理，小的有什么办法呀？哪里来的渔夫竟敢和我作对？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多儿，在，你马上带人到县里，命县衙捕快全体出动，给我查找锦娘和渔夫的踪迹。找不回锦娘，我他娘活剐了你！快去！是。云夫人，冤枉啊！冤枉！冤枉啊！何人击鼓？就县令大人被小人做主啊！走。冤枉啊！谁闲的没事又来告状？就是把破堂鼓敲到山下，屁股刚坐热又得起来，真够烦的，烦死了！哎，对了，赵四，你老娘怎么样了？没啥大事儿，拉戏，他都看了。昨儿跟我去前台，瞧这一头毛驴，真屌棒，就是贵了点，200文。200文就200文呗，反正平常月月给咱们送钱。肃静！将击鼓之人带上堂来。哎，来了。冤枉啊！大人，冤枉啊！求您给小人做主啊！有何冤屈，当堂讲来。小人是小蒲村的村民吴四，因欠平南侯府债务，1年前，平南侯府将小人的女儿锦娘
强进府围毙。昨夜2更时分，锦良逃了回来，说是平南侯看上了他，欲行非礼之事。锦良拼死挣扎，这才逃出虎口。正说话间，侯府家丁赶来，硬生生的将锦良抢走了。吴四，你女儿锦娘既身在侯府为婢，就应顺从主人，怎可私自逃回家中？这也难怪侯府的人会前来寻找啊！大人，平南侯是要强霸小女，难道这也要顺从？锦娘为保贞洁逃离侯府，怎能说是私自逃回？请您做主啊！当然啦，平南侯如此做法，也是有些欠妥啊。可是求大人秉公执法，救出小女锦娘。我说吴四啊，你看原来的县令黄文岳大人刚刚离任，新县令还没有到任，我这个县城就是个勉强凑数的，做不了主啊。要不这样，等新县令上任之后，你再到公堂鸣冤，也许他有办法。啊，大人，光天化日，强抢民女，衙门不管。吴四，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只是个县城，做不了主。再有，我可劝你一句啊，沾上了平南侯府，你就忍了吧，不就是抢了你的女儿，打了你一顿吗？够便宜的了啊！你要是再这样告下去，兴许连老命都保不住了。你呀，赶紧回家去吧。啊，走。什么？难道他们抢了我的女儿，就白抢了？好大的架子！侯府来人也不知道出来迎迎。是几位？黄文岳呢？怎么，尊家不知黄县令已经离任，不在武平了？知道我们是谁吗？是，几位是平南侯府的尊家。告诉你，我不管黄文岳在不在，你立刻出差，给我将小布村的锦良抓捕到案。这是你们的，你们的！你把我女儿怎么样了？你这个老东西！我说到处找不着你呢，原来跑这儿来了。你女儿呢？不是被你们抓走了吗？哎呀！放你娘的狗屁！这臭娘们昨天夜里趁我们不注意逃出了侯府，今天早晨跳进浔阳江，被几个使船的给救了。你说她现在是不是回到你家里了？没有，你个老棺材瓤子，不给你点颜色看看，你不肯说实话。给我打！打！这位尊家，这里是公堂，请你们住手。公堂怎么了？惹恼了咱们侯爷，让娘这破公堂变成丧堂，给我狠狠打！狠狠打！住手！各位，别再打了！来人！我看你们谁敢动！你们的家不都在武平吗？动了侯府的人，别说你们几个小王八蛋囫囵不了，就是你们的家人，也他娘别想逃！混账！跟大爷玩这一套，是不是活腻了？尊家，别动粗，这里好歹是公堂，你们不看僧面，看佛面，就看在离任的黄文岳大人的份上，就请您住手吧。这他娘的还像句人话！黄县令是我们侯爷的朋友，看在他的面子上，罢了。弟兄们，住手！我告诉你啊，明天这个时候交不出锦娘，我拆你的狗窝！走，别老混账了！走！混账东西，愣着干什么？看看老头子怎么样了！怎么样？他死了！吴四，好话对你说尽，你就是不肯听。现在怎么样？把自己的性命也给搭上了吧？哎，来人，收尸。是。
来了。看看我这条鱼钓的怎么样啊？嘿，这条鱼可真够大的，它不得有10多斤重啊！我说狄先生，您是把鱼精给钓上来了？他可真会说话啊！你没说，我把龙王钓上来，就算嘴下留情了。来，把鱼做了，端上桌来。得嘞。来啊！今天可以说是收获甚丰啊！钓了一条大鱼，救了一个落水之人。到武平半年多，天天都过得平淡无奇，只有今日还有些意思。叔父，那个景阳煞是奇怪，下了船后连谢都没说一声，扭头就跑，好像怕见着鬼似的。看起来这丫头定是有难言之隐。你们还记得吗？在船上，她提到了平南侯府。是的，可再问，他就不肯说了。听说这个平南侯府在武平可是霸道的紧呢。是啊，我也有所耳闻，只是未曾亲眼得见。叔父，这个平南侯到底是什么来历？哎呦，这话说来可就长了。平南侯名叫薛青林，本是太宗朝勇将薛万彻之孙。薛万彻，正是。听说薛万彻有万夫不打之勇。玄武门之变前，他投靠在建成太子麾下，后来才被太宗收留。是啊，20年前这个薛青林依靠祖印，也不过就是个3等轻车都尉，世居江州。然而当时的一件大冤案，却令其平步青云。哦，什么大冤案？那是越王李真兵败之后，当时薛青林寄居在江州的黄国公李矮门下，他写密信投入铜轨，揭发黄国公曾与越王暗中勾结，密谋反叛。哼，这个卑鄙小人！是啊，黄国公李矮是太宗皇帝的侄子，先帝的堂兄弟，为人谦和有礼，谨言慎行，从不仗势欺人。在江州一带的威望极高啊。当时皇帝初登大宝，地位不稳，对李姓宗嗣本就心存戒惧。一闻此事，顿时大怒，未及详查，便派遣内卫赶赴江州，将黄国公李矮一家捕入京城。捕入京城之后，满门抄斩，由此又连坐了近100名李氏后裔。这桩惨案是继越王之乱后对李姓家族展开的最大一次清洗。至此，李姓后人几乎被诛灭殆尽。而薛青林也正是因为这次诬告，得宠于帝前。圣上亲自下诏嘉奖，赐其侯爵，世袭罔替。就这样，薛青林便踩着李氏宗嗣的鲜血，坐上了平南侯的位子。这种人肯定不得好死。此事已过去20余载，记得当时我正任大理寺卿，亲眼目睹了屠杀黄国公家人的全过程，真是惨不可言呐！那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皇帝杀人如麻，这一辈子恐怕是难以平安了。皇帝这样做也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他不采取断然行动，地位便很难保全。可恨的是薛青林这帮乱臣贼子推波助澜，助纣为虐，实为恶中之首啊！狄先生，您钓的鱼精来了。哦，好，放在这里啊。您慢用。好。哎，来，尝尝我钓的这个鱼精啊！
爹，爹，胡大娘，锦娘，你回来了。嗯，刚刚我听到这边有声儿，才过来看看。你是怎么回来的？逃回来的。大娘，我爹呢？他呀，一早就跑到衙门去告状了。什么？他到衙门告状去了？是啊。哎呦，坏了！他可真糊涂。我跟他说过，千万别离开家。他刚走没多久，平南侯府那帮天杀的就来了，把这儿啊翻了个底儿朝天。不行，我得去找他。咱们呢就在这儿打尖吧。来啊！老人家，不是那位江中吊叟吗？先生乃是栈道之中行色匆匆之人，小可林永忠，敢问老人家贵姓啊？姓狄怀英。哦，领教了。一日之内2次相遇，可谓有缘呐！啊，先生如不嫌弃，何不与我等同桌用膳呢？哎呀，这萍水相逢，怎敢叨扰老丈？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呐！先生言重了。啊，这老丈说的是，那小可就不客气了。请。嘿，这位先生啊，您真是赶巧了。狄先生今儿刚刚钓了一条鱼精。鱼精？就是这个。哦，哎呀，请。好，请。我看先生不像是个寻常的行路之人呐。哦，那请老人家猜上一猜，全当是爽子。手形长而干枯，右手食指尖处稍稍凹陷，中指平滑，无名指关节处凸大，说明这是一只常年握笔的手。啊，你身上穿的是江州一带出产的丝质圆领袍。一般情况下，在本朝没有功名的人大多服斜领袍，而有功名的人按制必须服圆领锦袍，因此你定有功名在身。从面部特征看，你的年龄大约在41、2岁左右，因此从年齿、肤色到你的气质和手部特征综合判断，先生定是一名进士。啊，神龙元年及第，所中在30名之后。怎么，老朽猜错了？啊，不，老人家说的一点没错。小可42岁，神龙元年进士及第，中在第35名。哎，老人家，您是怎么知道的？从你的年龄和手部特征推断，应是10年之内考取的功名，而后金榜得中。那么10年之前正是神龙元年，
而且在神龙之前3年与之后的2年，朝廷都没有开科，因此你必是神龙元年的进士。先生，那您怎么知道我中在30名之后呢？这就要从本朝的科举之制说起了。春秋之为足有定制，中在前30名的进士，由皇帝亲擢在阁部及州内行走；30名之后的进士，由吏部迁至各县内听用。而你身为县令，当然是中在30名之后，因而由吏部迁到江州任职。您怎么知道我是县令呢？你身着3段锦所制的圆领袍，而3段锦则多为江州附近县一级官吏使用，所以我断定你必然是县令的身份。听说武平县令黄文岳离任，因此我想你必定是接任之人吧？怎么样，先生？老朽说的还算准确吧？老人家真乃神人是也，林永忠万分钦佩。林先生多礼了，雕虫小技，何足挂齿。快请坐，请坐啊！老人家，您身在山野，怎么对朝中规制如此熟悉好了，林先生，快吃菜了，菜都凉了啊！快吃啊！对，请。大姨的道腿不想要了啊！这不就是救锦囊那个渔夫？是他们？没错。哎呦，杜爷您来了！哎呦！兄弟！给掀了吧！你他娘的这帮王八蛋，竟然敢虎口里夺食，救走了那个小娘们儿，还认得爷爷我吗？啊？快说，把锦娘藏哪儿了？他已经走了。到哪儿去了？你有必要知道吗？你这老东西！大爷现在好好跟你说话，别他娘给脸不要脸！赶快说出锦娘的下落，大爷我发慈悲，饶了你的狗命，否则你就买口棺材准备丧事吧！你放肆！哪儿来的兔相公？你好大的生意！怎么着？你也想和老爷说话？一个小小的奴才啊，张口老爷，闭口老爷，你以为自己是谁呀？身为婢仆，自应谦和下人，恭谨忍让，而你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横行方里，霸道街市。我问你，你仗的是谁的势？哼，说出来，把你的小命吓掉半条。平南侯，听说过吗？当然听说过。平南侯薛青林，身为朝廷勋爵，自应以身作则，遵纪守法。想不到他竟然纵图乱世，横行乡里。这种人当以重罚裁之，以儆效尤。说什么呢？住手！侯府的恶奴，光天化日，朗朗乾坤，竟当街行凶，无视法纪。你以为这世上真的没有人治得了你？你以为真的可以这样横行霸道，鱼肉百姓？告诉你，这老东西啊！今日犯在我狄某的手中，就是你们的末日到了。老东西找死啊你！老东西，我现在给你2条路：第一，让我这帮兄弟把你打死；第二，你把地上的菜给我舔干净，告诉我锦娘的下落，就饶你的狗命。就是。我也给你2条路：第一，赔偿店家的一切物品损失，并且向狄某和林先生叩头赔罪。我想听听他给我的第2条路。第2条路恐怕就不那么好看了。
我要拿你到县中治罪。也不撒泡尿照，还要拿我到县中治罪？老东西！刚刚你这一抓，已经把自己送到了县衙之中。我先把你这老杂种送到阴曹地府去！弟兄们别动，不管您在他手上，别动别动，小子别动！你他娘的什么人？敢动爷爷啊！我已经很生气了，你不要再激怒我。在狄先生说的话，你都听到了，希望你能够照做。怎么办？别动！小子，你敢动侯府的人，我让你吃不了，我兜着走！哎呦！现在你准备照狄先生说的话做了吗？小子，你奶奶的！有种的你就把老子左手也打断！哎呦！怎么办？别动，别动！再说一遍，先把杜管家抢出来，先打扫干净，向两位先生赔罪。弟兄们，上！哎呦！我已经说了2遍，不要让我再说第3遍，否则我就把你的脑袋拧下来，挂在这店铺的门上。先生，2位先生饶命啊！大人有大量，是小的瞎了狗眼，小的不是人，你就饶了小的吧，饶了。色厉内荏，欺善怕恶，一副恶奴的嘴脸。是。行了，起来吧。我记得刚刚先生说的，除了赔罪以外，还有别的吧？是。你们都是死人呐！啊，还不快过来，把这收拾干净！是，兄弟们起来，快走，快走！这边，把这你们给我收拾这边啊！快点，收拾干净了。哎，几位爷，不敢劳你们大驾，小人自己来。哎呦，得了，兄弟，还是我我们来吧，一个，要不然从我怀里掏大爷能饶得了我们呀？断娘的嘴，还给人家！是。哎，几位爷，几位爷，您看这样行了吗？子发，带他到县衙治罪。这是出门没挑好日子。陆爷，你也去。你看，这边擦干净了。好，尔等听着，今后再敢为非作歹、欺压良善，此贼就是你们的标榜。是，不敢了。回去告诉薛青林，如果他再敢造次，我定不饶他。是，去吧。哎，快走！狄先生，您可要小心点儿。你就放心吧。啊，永忠啊，走，去县衙。好。一般的。狄先生。这是怎么了？老人家，咱们过去看看。走。真可爱。锦娘，锦娘，这是怎么了？他们杀了我爹啊！如夜，究竟怎么回事？他说衙门杀了他爹。
击鼓。是我。你是何人？你们为什么要杀死我爹？你是锦娘？正是。你赶快逃走吧！平南侯府的人正在找你。我知道。我问你们，你们为什么要杀死我爹？你爹不是我们打死的，你别多问了，快走吧。我爹犯了什么罪？你们为什么要杀死他？你真是不知好歹！再不走就把你抓起来送到平南侯府，他们正愁找不着你呢。你们这些天杀的，和平安侯府一起杀死我爹！我跟你们拼了！你这不知死活的女子，还不滚开！抓进去，交给平南侯的人，咱们就脱了干系。对，好，住手！此女身犯何罪？尔等为何要将她抓进县衙？你是何人？回答我的问题。他得罪了平南侯府。哼，得罪了平南侯府，得罪了平南侯府就要被抓起来。这武平县衙是朝廷所治，还是平南侯所治？此人是因何而死啊？哎，我说，你们都是哪路神仙，跑到这儿来多事？平时受平南侯府的气还不够，还得听你们在这儿啰嗦，还不赶快滚？要不把你们也抓起来！我把你这大胆的造例，我等法犯哪桩，律犯哪条？你身为宫门中人，竟罔顾律法，光天化日之下，以恶言威胁，真是枉披了这身官衣。我来问你，锦娘身犯何罪？她的父亲身犯何罪？竟至惨死在县衙门前。锦娘不过是伤痛父亡，击鼓询问，可尔等竟不问曲直情由，不知抚慰连续，倒行逆施，罔顾国法，以平南侯府为奴，竟将被害之人所拿进衙，真是狼心狗肺，禽兽不如。今日在这县衙之内，你说出道理还字罢了，否则我就要将尔等申送法曹，重刑处置。是谁在县衙之内放此狂言呢？大人，是我。你是何人？凡人。何处凡人？竟敢大闹县衙！路见不平，仗义直言。我可奉劝你，不要多管闲事，管不好是要惹祸上身的。天下人管天下事，狄某如果怕惹祸上身，今天就不会到这里来了。你，元芳，过去。是你，看到了吧？此贼横行街市，无故行凶，被我等擒获。县城大人，你今天就给草民们一个公道吧。他是怎样的横行街市、无故行凶啊？啊？让他自己说。县城大人，我们平南侯府的人做事一向规矩，怎么会无故行凶呢？元芳，那此人为何如此说？小的率人在街上行走，与这干人相遇，他们见我们不顺眼，便命手下上前寻衅，小的百般退让，可他们却下了毒手。您看，他们将小人的2只胳膊都折断了。怎么样？你听见了吗？听见了，我还听见你心中的胆怯与懦弱，听见了一个丧尽天良的官吏内心在颤抖。我来问你，此贼平素横行乡里，鱼肉百姓，难道你真的不知？平南侯府在这武平县中抢男霸女，无恶不作，难道你真的不晓？你身为县城识君之路，遇此不平之事，竟然这般混淆是非，助纣为虐，心中难道就没有丝毫的愧意？县城大人，求您为小的做主啊！你还不命衙役将他们抓起来？快呀！你他娘混蛋还不下令！来呀，将这
一干人等给我拿下！是。谁敢造次？这个畜生，身为县丞，食君禄，受官俸，堂堂朝廷七品，竟然丧尽天良，卑躬屈膝，以一县官吏协助恶贼，为非作歹，残害治下百姓，真是猪狗不如！你这样的人，岂能站于我天朝县衙之下，牧养我大周王民？像这等龌龊小人，怎能委之以民？真是将我江州官吏的脸面丧失殆尽。难道我愿意受这样的侮辱？难道我愿意做缩头乌龟？难道我不想做个好官吗？他叫杜二，是平南侯府的管家，平日里为非作歹，无恶不作，真可以说是恶贯满盈，罪该万死。你敢骂我？不错，这些我都知道。可你们想让我怎么办？啊？要我把他抓起来？好，来人，将这无恶不作的侯府恶奴与我拿下！你们看到了吗？你们看到了吗？这就是武平县的衙役。你们说的对，我懦弱，我无能，我胆怯，可是我一个人这样吗？这就是黄文岳治下的武平，这里早就不是朝廷规制，这里是平南侯府的天下。你们都看到了，今天我得罪了他，明天我和我的家人就会在这县城之内消失。给，打开看看。啊，您就是新任武平县令林永忠大人？我就是林永忠。卑职不知县令大人驾到，有失迎驾，望起恕罪。好，起来。叩见起来，县令大人。都起来。如果明天你的一家真的被杀，那么相信我，在尸体中也一定会有我一个。大人，林县令，我也奉劝你一句，在武平县做官得罪了平南侯府，是长久不了的。哦，是吗？我今天倒要看看，这平南侯府是怎样的强雄霸道，以至于一个恶奴竟敢威胁朝廷的县令。不信你们就试一试，今天你们抓了我，明天就得跪着把我送出去。好，你就等着吧。永忠，县衙门外那个老汉是怎么死的？今天上午，平南侯府的家奴杜二率人闯进公堂，他勒令县衙出差抓捕小铺村的锦娘。卑职还未来得及问明缘由，恶奴们便看到了前来告状的老汉吴四。杜二立时命恶奴对吴四拳打脚踢。卑职苦劝之下，这干恶奴才悻悻地离开。待他们走后，衙役们上前查看，这才发现老汉吴四已是七窍流血而亡。杜二，就是他。哼！哦，原来杀死这位老汉的凶手竟然是你。不错，是我。哼！县丞大人，人既已死，就该用棺椁成殓，为什么将尸体暴晒于天光之下？这是何道理啊？哎，杜二临走时威胁说，明天午时叫不出人，就要拆毁这县衙。是我无能，为怕平南侯府的势力，因此才命人将老汉的尸体放在衙门之外，引诱锦娘前来。你这个恶棍！我杀了你！你他娘的这个臭娘们，早有一天让你死在我手里！杀了你！锦娘，锦娘，别这样！去你的！
娘的臭女人，我早晚要！主爷，放开他！叔父，这等恶贼还留他做甚？既然县里的衙役不敢动手，就让小女送他回家吧。你敢在衙门行凶？连你这种鼠辈都可以在县衙里公然打死告状之人，那就说明这武平县是大周律法管不到的地方。因此，我杀了你，也是很平常的事了。你说呢？爷，照顾锦娘。你们听到了吗？我们堂堂武平县宫门，竟让百姓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还有什么脸站在这块匾下？我们还有什么脸身穿这件官衣呀？连平南侯府的一个小小家奴，都敢公然闯入县衙公堂，打死告状之人，这里还是不是大周朝廷规制？这武平县城还在不在王化之下？弟兄们，咱们不能再这样窝囊了。我们越害怕，他们就越猖狂。再这样下去，早晚有一天，大家都会深受其害。好，如果你们还是血性男儿，那就随我上前，将这杀人害命的歹徒拿下，送进大牢。弟兄们，大家一起上！上！送进大牢！老人家，谢谢你。林县令，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呐。薛青林是绝不会如此善罢甘休的。这一点我已经想到了，老人家请放心，我定会率领河县衙役与他周旋。林县令，你以为衙役们真的不害怕了吗？只有杀掉薛青林的锐气，才能使大家真正的从恐惧当中解脱出来。那依您之见，怎样才能杀掉他的锐气呢？扬刀立威。扬刀立威？林县令，你立刻命令众衙役将县衙大门紧紧关闭，任谁敲打都不许开启。可这是何意啊？到时候你就明白了。好，远方。我们做好圈套，只待此贼上钩。小云，你走路怎么像蛇一样，一点声音也没有啊？走路声音大你嫌烦，声音小你又说像蛇，你干脆把我的腿锯掉算了。哎，好了好了，你别生气了。小云呐，我心里有点烦。不就为了那个锦娘吗？跑就跑了吧，干嘛非要去追，还值得生那么大气？我这心里有些放不下他。还记得当时你和我也是这样说的吧？哎呀，小云，你这是何必？老夫老妻了。你有多少老妻啊？算上我10个，如果再加上锦娘，那就11个了。我真不明白，对女人你什么时候有个够啊？哎呀，小云，你知道我对你最好，只要有你在，别的女人都无所谓。啊，你呀，就你这张嘴，天上的麻雀都能让你骗下来。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先去吧。啊，我走了。哎。
哎呀，这儿呢。怎么样，锦娘呢？还锦娘呢？小的们差点连命都没了。什么？我们从县衙出来，杜管家带着我们几个满城寻找锦娘和那几个渔夫。中午，我们在柳树街一家饭店找到了他们。哎呀，你快说，后来呢？后来双方动起手来，没想到他们里面有2个硬点子，伸手就把杜管家双手给打折了。什么？是啊，小的们上前相救，想不到又出来个女的，身手更是了得，3两下就把小的们打得满地乱爬。一群废物！最后，他们把杜管家押去县衙，把小的们放了回来，还让我给您传话，说别犯在他们手里，否则什么？否则绝不会放过你。锦娘呢？锦娘在哪里？没有看见锦娘，小的想来，定是被他们藏了起来。那几个人现在何处？在县衙。好，侯爷，我今天要大开杀戒，带齐人手去县衙。是，走，快跟上！给我上！是。开门！侯爷，他们害怕了，把门都给插上了。现在才知道害怕，太晚了。再叫。是，太晚了！你们这帮缩头乌龟，快把这丧门给老子打开，否则爷爷杀将进去，你们他妈一个也别想活！开门！把大门给我打开！是。侯爷，擅砸县衙大门，那可是造反之罪，咱们怕什么？我倒想看看谁敢定我造反之罪！将大门给我打开！是。嘿嘿，你是何人？竟敢擅居县公之位？你是何人？竟敢率领恶奴撞破县衙大门，私闯公堂？嘿，他奶奶的！老东西，在这武平县中，你还是第一个敢跟我这样说话的人。你仗的是谁的势啊？啊！小小的平南侯，只不过4品，10邑仅止10户，竟敢如此为非作歹，欺压良善，鱼肉百姓，你仗的又是谁的势？嘿，你这老东西，这就是那个救走锦娘、打伤杜管家的渔夫。哦，原来抢走锦娘的那个渔夫就是你。这个抢字用的不太恰当，应该说你们才是抢，而我们是救。老东西，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吧？啊！你一个小小的渔夫，竟敢冒居公堂私办县官，单凭这一点，本侯就能让你粉身碎骨，你知道吗？识相的，赶快交出锦娘，牙崩半个不字，我立刻就要你死在侯爷的刀下，你相信吗？哼，薛庆林，你1无实官之志，2则未入朝堂。是谁赋予你的权利可以占据公堂发号施令？是谁赋予你的权利可以强占民女鱼肉百姓？是谁赋予你的权利可以残杀我大周治下的良民？难道就凭你20年前构陷黄国公一家？就凭你踩踏着李氏宗族的鲜血，坐上这龌龊的平南侯的位子？你什么人？怎么会知道这些？你不用管我是什么人，公道自在人心，多行不义必自毙。我劝你悬崖勒马，从善如流，否则天威降临，你悔之晚矣。你这老贼，我他娘宰了你！侯爷，你是什么人？打你的人啊！杀！给我杀！宰了他们！侯爷，是你不要撤了，不问信他，天打你来！
立即放下武器，否则格杀勿论。你们什么人？竟敢围攻本侯？难道是要造反不成？给我住口！你这为非作歹的奸侯，今日就是你的末日到了。你是何人？本县乃新任武平令林永忠。什么？你就是林永忠？不错，正是本县。薛青林，你身为侯爵，朝廷勋略，本应以身作则，遵纪守法，造福乡子。可谁想到，而强凶霸道，祸乱一方，怂恿恶奴杀人害命，这还不算，今日竟然私率家甲杀进县衙，公然作乱。而今被本县所为，竟然还在此大言不惭，反诬指本县造反，哼！真是罪大恶极，万死难恕。而今本县就要具折进京，参奏你造反作乱的大逆之罪。来人，将这一干造反作乱的逆贼给我拿下！是。别动！林县令且慢。哦，薛侯爷还有话说？林县令，本侯一时不察，误听谗言，造此行事，还望大人看在本乡本土的份上，海量宽容。薛青林在此给大人赔罪了。林县令，既然薛侯爷知错能改，认罪赔情，我看此次之事就到此为止吧。是啊。林大人，今后青林定当约束下人，遵纪守法，这种事情绝不会再发生。还望县令大人宽宥则个。既然如此，本县也不便再说什么。然而有2件事，本县要即行处置，望侯爷能够知悉。大人请讲。第一，乃是锦娘之事，请侯爷立刻写下赦书，还锦娘自由之身。从今后绝不能再欺凌侮辱、挟恨报复。这有什么困难吗？也罢，就依林县令。第二，侯府管家杜二罪大恶极，不仅当街殴打本县，更有甚者，竟率家奴擅闯公堂，威胁县城，而后竟然丧心病狂，指使恶奴将告状之人吴四活活打死，而今已被押入牢中。为平民愤，本县要将此贼当堂判死。应该。来人，来，将恶奴杜二给我押上堂来。是。走，快走！侯爷，这群王八蛋将小的私自关押，求侯爷给小的做主啊！侯爷，杜二，记得刚刚你还说起，今天将你抓进来，明天跪着把你送出去，是吗？是，怎么着？侯爷，救我！住嘴！你这恶奴啊，打着本侯的旗号，在县中为非作歹、杀人害命，真是罪不容诛啊！请县令大人不必迟疑，立刻将此贼正法。是吗？侯爷，来啊，拖出去斩了！是。薛青林，你他娘胡说！老子为你做尽了缺德事，现在你竟然落井下石，你不得好死啊！明日将此贼首级悬于城门之上，发放告示，以谢民愤。将这一干家奴放开。起来！薛侯爷，今日若不是看在这位狄先生的面上，本县绝不会就此善罢甘休。是。自即日起，武平县已归朝廷治下，再不是你平南侯府的天下了。是。今后，请你约束家人，小心行事。这是当然，请林县令放心。你们走吧。是。还不快走！
等着吧，你们的死期就快到了。侯爷，这林县令真够狠的，您算是遇着对手了。不说话你会死啊！走。是。武平县令林应忠率河衙属役叩谢老先生鼎力相助之德。好了，都起来啊！林县令啊，你不畏强暴，敢于为武平百姓挺身而出，这也令老朽万分钦敬啊！哎呀，永忠惭愧，若不是老先生运筹帷幄，此时情形殊难预料啊！好了，我们还是到后面去看看锦娘吧。好，请。想什么呢？知道吗？我也是没爹没娘，在遇到叔父之前，一直是孤苦伶仃的。哎，你今年多大了？19岁。我叫如燕，今年25岁。要是你不嫌弃，往后就叫我姐姐吧。如燕姐，哎，锦娘，你姐姐我啊，别的不会，可要说能把人家越劝越难过，那是最拿手的了。好了，笑了就好，笑一笑，10年少嘛。你这么个小美人儿，怎么能老哭丧着脸呢？啊，姐姐，你说什么呀？有什么不好意思啊？你本来就是个美人嘛，难怪平南侯看上了你。我发誓，我一定要杀死薛青林，为我爹报仇。好了，别发狠了。你以为杀人那么容易啊？说杀就杀。如燕姐，你杀过人吗？嗨，你小小年纪怎么对杀人这么感兴趣啊？如燕姐，我真羡慕你，一身好武艺，谁都不怕。我要是有你这2下子，该有多好啊！那有什么好？一个姑娘家整天打呀杀的，连我自己都觉得烦。哎，锦娘，你们是怎么得罪了平南侯府？他们为什么要追杀你？小妹是平南侯的侍女，只因平南侯薛青林见我长得有几分姿色，便硬要强霸为妾，我这才冒死逃出侯府。哼，这个畜生，早晚有一天会遭报应的。我一定要报仇。好了，你一个弱女子，怎么斗得过那些恶人呢？放心吧，既然我叔父管了这件事，他就一定会替你做主。如燕姐，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问吧。你们是什么人呢？我们是闲人。闲人？对，不折不扣的闲人。我能看得出，你们不是普通人。你这个小丫头，真是个鬼精灵。好了，不要管我们是什么人，你只要知道姐姐会替你做主，这就够了。老人家啊，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您让我关闭县衙大门。薛青林私率家甲攻破县衙，这就是造反。无论说到哪里，都难逃干系。
从在饭店中惩戒恶奴杜二之时起，您就已经想好了后面发生的一切。我说的不错吧？正是，薛青林本就是称霸一方的诸侯，前任武平县令黄文岳更是对其俯首帖耳、卑躬屈膝，这就致使他更加的不可一世，万分嚣张。此次我故意纵放他手下的恶奴回去报信，而他呢，本就没有将县衙放在眼中，当然就更不会把我们这几个渔夫放在心上。因此我料定他得知此事，定然难以抑制心头的怒火，必会率打手前来要人。而且以他乖张的性格来说，肯定会不计后果将宫门砸开。果然，一切均如所料，这才有了后面的扬刀立威。是啊，对付薛青林这种人，不单单要有胆量，还要有谋略，否则非但无法杀掉他的嚣张气焰，反而会陷自己于被动之中。哎呀，老人家，永忠对您真是五体投地呀！一切都在您的掌握之中。我真难以想象，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时候到了，你自会明白。老人家，有件事永忠十分不解，想在老人家面前请教。你是想问，此次既然抓住了薛青林的痛脚，为什么不一鼓作气将其参倒，反而要放他一马，是吗？正是。元芳啊，你说呢？林县令，仅凭今日之事，想要参倒薛青林是不可能的。却是为何？你是正七品县令，要参奏一个四品侯，奏折首先要到达州刺史手中，而后再层层上递至中书门下，需要近2个月的时间。而薛青林就不同了，他的奏折可直达天听，以此贼的为人，定会先下手为强，将此事抢先奏报，而且我敢肯定是轻描淡写承认个错误。于是，在你的奏折尚未到阁部之前，皇帝的圣谕便已传至武平，内容不过是劝诫一番，下不为例等等一番官样文章。当阁部接到你的奏折时，皇帝已将此事处置完毕，阁臣便不会再将此事奏达天子，于是奏折留中，此事便不了了之，你的力气也就白费了。我说在此之前遇到类似之事，结果总是不了了之，原来竟然是这样。所以每年天子才要钦点几位阁部重臣任处置使，下至各道州县查查吏治。哎，元芳兄，这些事情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也就是听说而已。林县令，这就是我为什么要阻止你的原因。薛青林在朝中的根子很深，尤其是与梁王武三思的关系非同寻常，因此现在想扳倒他还不是时机。如今我们的目的是杀掉薛青林的锐气，只要做到了这一点，就可以说大功告成。至于其他的事情，只能是虚图后进。只是太便宜这恶贼了。放心吧，皇帝会知道的。您的意思是？不可说啊，不可说呀。以后就有姐姐来照顾你。叔父来了。小女锦娘叩见县令大人狄老先生救命大恩。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啊！锦娘啊，杀你父亲的凶手那个侯府的恶奴杜二已被林大人处斩，从今以后你可以安心了。怎么样，锦娘？我说了，
他们会替你做主的。那往后你有什么打算？我不知道，我爹死了，只剩下我一个。叔父，刚刚我和锦娘认了姐妹，我看就让她先到咱们家中住下吧。老人家此事由锦娘而起，依我看，薛青林不会那么轻易罢手。万一他明的不行来暗的，那我们就更难提防了。所以如燕姑娘所说，倒不失为一条权宜之策。先让锦娘在您的家中住下，等事态平息后再做驱除。既然如此，那就这样吧。不知锦娘意下如何啊？我愿意。好了，快起来，别动不动就跪。你看看，自打我收了如燕之后，家里的人丁是越来越兴旺啊！师爷。侯爷，怎么样？查到了吗？查到了，那老头子姓狄，是半年前来到武平县，现住在专诸巷内。锦娘呢？和姓狄的在一起。果然不出我的所料。这姓狄的究竟是什么来头？他为什么硬要替锦娘出头呢？侯爷，您想怎么办？要不要调外面的弟兄过来，干掉他们？今日之事，我就算是有了个大把柄落在林永忠手里。因此，往后要小心谨慎，绝不可造次行事，否则我们的处境会非常不妙。皇帝正愁找不到机会除掉我们，而且我看那姓狄的气度不凡，今日在公堂之上，竟张口便说出了我的官职和实意，还说道我诬陷黄国公李矮之事。你想一想，这是一般人能够知道的吗？因此，我们只能蛰伏待机，暂避锋芒。张毅，你下去要严厉约束府内人众，最近一段时间绝不可出去惹是生非。是。可是侯爷，锦娘呢？锦娘怎么办？当然要夺回来，但是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先摸清这个姓狄的身份。这样吧，你马上以我的名义写下书信，派人投到洛阳梁王府，请武三思大人替我查一查，这个狄某究竟是何出处。一旦此事弄清，什么李永忠、姓狄的，都叫他死在薛某的手中。是，立刻去办。哎，还有，你马上下去安排，命人日夜监视姓狄的住处，只要发现锦娘出府，立刻向我禀报。是。想什么呢？啊，想你呢。讨厌。小云呐，怎么又是你亲自端茶呀？我稀罕你呗。嘿，这几天忙得紧，也没得空好好陪陪你。得了吧，忙得紧是为那个锦娘吧？哎，新人上了床，老人丢过墙。等你把锦娘弄到手，还不得把我小云扔到九霄云外去呀？哎呀，在你眼里，我就那么没有良心？现在还可以，谁知道以后呢？以后？侯爷，侯爷，侯爷，怎么了？一惊一乍的。侯爷，有一个叫葛斌的人在门外求见，说是特意从江州赶来，现在门外等候。葛斌？正是。他怎么来了？他是谁呀？啊，一个八竿子打不着的闲人。你就说我不在府中。侯爷，他自称是您的故人，有要事求见。哪来那么多话说？不见不见。是。虽说豪门深如海，可总不至于连老朋友都拒之门外吧？青林兄，别来无恙啊！
啊，多承葛兄记挂，小弟一切安好啊。哎，小袁，这是我的一位故人，葛斌兄长，我们要说些事情，你先回到后面去吧。好。啊，把后门带上。你怎么来了？20年前我们说好的，再不见面了。你以为是我想来啊？黄文月被杀了。什么？他在江州的馆驿之中，被人用铁锤砸碎了脑袋。是谁干的？哎，恐怕与20年前的那件事有关。什么？是我们几个老兄弟都已从江州赶到武平，现分驻城中的4家客栈之中，约好今夜在悦来老店见面。怎么样，吴弟？大家就等你了。好，咱们现在就走。走。这是小路，就在前面。啊，到了，就是这儿。哎呦，嘿，薛侯爷，是您老人家呀！快请进。走。多承众位哥哥记挂，小弟感激之至。哦，来坐下，坐。坐。哎呀，五弟呀，20年之前的约定，你还记得吗？啊，记得。当时我们在龙王庙中歃血为誓，各享富贵，再不见面呢。不错，五弟呀，别怪哥哥。行格事尽，我们几个是不得不来呀。是啊，刚刚我听四哥说过了，大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哎，是谁杀了六弟？啊，刺史大人，卑职武平县令林永忠叩见刺史大人。林县令，请起，快请起。
卑职不知大人驾到，勿言营雅，望大人恕卑职不公之罪。是本州来的唐突，怎能怪罪林县令？不必多礼了。谢大人。刺史大人银夜驾临卑职治所，不知有何训教啊？林县令，你这武平县中有一位姓狄的老先生，你可知道他住在哪里？姓狄？此人身材魁梧，极有威严。哦，大人，我知道这位老先生，今天我们还在一起。哦，太好了，你立刻引我前去。怎么，大人要见他？正是。哦，大人乃封疆之臣，怎能劳动？这样吧，便由卑职前去，将那位老人家请到县衙相见便是了。啊，不可不可，本州定要亲自前去。老爷，您叫我。哦，李春呐，600里加急送往神都，面交张柬之大人，请他速成皇帝。是，我马上动身。好啊，记住，要快去快回。老爷放心。小姐，还有什么吩咐？哦，对了，你将我的衣物多拿一些给锦娘。她缺什么，你立刻告诉我，一定要照顾好她。你去吧。是。请进。锦娘，如燕姐，锦娘，怎么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睡不着。是不是住这房子不太习惯？由小到大，我从没有一个人住过这么大的屋子。那要不要我来陪你？不用了。需要什么就叫我，我就住在你旁边啊。如燕姐，你真好。好了，小美人儿，不说了，早点休息吧。我走了。我送你。不用了，我又不是要到哪儿去，还用得着你送？休息吧。叔父。哦，如燕呐，锦娘安顿好了吗？我将她安排在后边的东厢房了，离我近一点。她刚刚失去亲人，无依无靠，孤苦伶仃，可怜呐，一定要照顾好她啊！您就放心吧。叔父。您发现没有，锦娘这孩子似乎有些奇怪。哦。她小小年纪，却总是显得心事重重，好像心里藏了什么事情。而且，你想说什么？也许是我多虑了。但说无妨啊。据锦娘所说，昨夜平南侯薛青林要对其强行非礼，他抵死不从，这才逃出平南侯府，回到家中。
叔父，请想，平南侯薛青林是何等的强雄霸道，手下恶奴更是如狼似虎。试问，锦娘这么一个柔弱的女孩子，怎么能够逃出这些恶贼的魔掌？此事颇有些不可思议。好啊，如燕，真没有想到你对事情竟能有如此细致的判断和分析。看来这1年多你的长进不小啊！叔父，您早就想到了是吧？是啊，你进门之前，我正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不过是诸多疑问中的一个。您是说还有其他的？刚刚你的问题提得好啊。这样，我也给你提个问题。叔父，请讲。我们姑且这样说，锦娘是由于一个侥幸的原因，这才能够逃出薛青林和恶奴们的魔掌。那么，在她逃出平南侯府以后，第一个选择会是奔向哪里呢？第一个选择？我换一种问法，如果你是锦娘，侥幸逃出侯府以后，会去哪儿呢？不要思考，说你直接的想法。我会跑到深山里藏起来，让侯府的人找不到我，等事情平静了再回家。非常正确，这就是第一选择。可是锦娘呢？她选择了逃回家中。是啊，据她所说，自己逃离侯府以后，便直接回到了小蒲村的家中。正是。这难道不是一种最不合理的举动吗？如燕，我再给你提个问题，还要你直接的想法。如果你是薛青林手下的恶奴，奉命去抓捕锦娘，第一个要去的地方会是哪里？当然是到锦娘家中。为什么？因为我并不知锦娘逃到了哪里，所以只能先到她的家中，守住其家，挟持其父。一旦锦娘露面，即行抓捕。非常好。这一带一长，就是逃亡之人和抓捕之人截然不同的想法。因此，逃亡之人的第一选择绝不是回家，而是像你刚刚所说的那样，先找个地方藏匿起来，等风头过后，再偷偷潜回探望。不错。再有，逃回家中，不但自己无法脱身，还会为老妇带来无穷的灾祸。我想，锦娘绝不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那么，她为什么要做此有悖常理之事呢？这一点确实很奇怪。此其怪一也。其二，据她所说，当天夜里，恶奴们便追到她的家中，将她强行抓走，是这样吗？正是。那么，这里边便产生了2个疑问。第一，便是你刚刚提出的那个问题，他是怎样第2次从恶奴们手中逃脱的？如果说他逃出侯府是侥幸所致，那么这第2次逃走就绝不可能再是侥幸。不错。第二，他所说的从时间到空间上都有差距。今天我们在江边救人已是4时左右，如果说锦娘是夜里逃脱了恶奴们的掌握，怎么会在第2天4时才跑到江边？如此算来，她岂不是跑了3、4个时辰？武平是个临江的县城，从小蒲村到江边，步行连半个时辰都用不了。她怎么会跑了这么长的时间呢？而且不要说人，就是马，如此连续的奔跑也会累垮的。这一点我倒是没有想到。如燕啊，你说的很对，锦娘这个小丫头不简单呐，她的身上定然隐藏着什么秘密。大人，您看谁来了？哦，哎呀，原来是你们呐！老先生，温大人，如燕姑娘，你怎么来了？哎，
学生温开叩见先生。一别半年，先生身体轻健，是开之幸，江州之幸。好了好了，快起来，快起来啊！贤妻呀，你怎么有空到武平来探望老夫啊？先生学究天人，学生此行一来是探望先生，二来是有事求教。哦，这位林县令就不需学生介绍了。我和永忠那是忘年之交啊！今日我二人便联手杀了那奸侯薛青林的嚣张气焰啊！是。实不相瞒，武平县令黄文岳与平南侯薛青林沆瀣一气，为害一方。此事学生早有耳闻，学生也曾多次向吏部奏呈，然均如泥牛入海。此次黄文岳卸任，候补县令中竟然没有一个愿意前来武平任职。确实为何？一来因武平地处偏僻，二来平南侯薛青林凶狠强横，大家心有所忌。只有这位林县令胆色过人，他本为归随县令，却宁愿放弃富庶之地，前来武平整治吏治民生，实为可敬啊。庸中者忠正耿直，嫉恶如仇，实为关中上品呐！文开啊，我为你江州还有这样的官吏感到自豪，更感到欣慰呀！老人家谬赞，永忠愧不敢当。林县令，先生平时极少许人，这几句话可以说是对你的最大鼓励了。永忠惭愧。林县令，有些事我要和先生单独谈谈，你先回去吧。是。远方如燕啊，替我送送林县令啊！林县令，请。贤妻啊，我们二堂叙话。是。元芳兄，狄老先生究竟是什么人呢？怎么连堂堂刺史大人都要跪他？林县令，待时候到了，先生会亲口告诉你的。哎呀，实不相瞒，你们几位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难琢磨的人了。请。文开啊，刚刚你说有事求教，什么事啊？阁老，江州管驿发生了一宗命案，蹊跷诡异，毫无头绪。江州管驿，那定然与卸任的官员有关系喽。先生，您真是神了，一开口就猜了个8、9不离10。不错，死者正是一位离任的县令，此人我们刚刚还说起了，就是武平县令黄文岳。是他。请他们的联系。大哥，你就放心吧，此事包在小弟身上。好，各位兄长，一切照今夜之计行事。那就这样了，全靠武帝了。好，那我就告辞了。请。
大家小心，散了吧。走走。你是说黄文月的后脑被重物击碎？正是，全身只有这一处伤痕，想是他夺门而逃，被凶手用重物击中后脑而亡。还有什么发现？义成说，晚上曾经有一个穿黑斗篷的人前来找他，但是没有看清那个人的脸。他的随身行李中有什么发现吗？这是在黄文月的随身行囊中发现的一张银票，票据是江州城中最大的紫云银号开出的。50万两，数目惊人呐！一个小小的县令，在任期之内竟然狂敛50万金，乌平百姓的生计之间，由此可知啊。以卑职想来，这定然是黄文月伙同薛青林搜刮的民脂民膏。这等赃官真是死有余辜。薛青林权势熏天，更有皇帝和朝中的大佬们撑腰，因此地方官吏趋炎附势，助纣为虐，掠夺民生，中饱私囊，也就不足为怪了。文开啊，这个黄文月平时有没有仇家呀？黄文月做了10年武平县令，与平南侯薛青林狼狈为奸，巧取豪夺，搅扰地方。以卑职想来，仇家定然是有的。然而究竟是谁，为了什么样的动机做下此案，却是无从寻找端倪。薛青林，阁老，您想到了什么？黄文月与薛青林的关系如此密切，也许从薛青林的身上可以找到一些端倪。文开啊，这个黄文月是什么出身呢？近几日卑职查看了黄文月的所有官档，此人并非进士出身，为武平县令之前，吏部也没有任何记录。这怎么可能呢？他是20年前黄国公李矮谋逆案后，由一介布衣直擢为7品县令的。黄国公案，正是。阁老，这与黄文月的死有关系吗？现在还不好说呀，但是以我多年断案的经验来判断，此案定然不简单呐。
叔父，怎么这么早就起来了？嘘。如烟，去看看。如燕姐，你怎么起这么早啊？哟，你这是怎么了？我看看，到底出什么事了啊？哎呀，别提了，今天早上起来，我到花园玩，不小心撞到了太湖石上，哎呀，真倒霉。是撞的？是啊。锦娘，你的身上怎么这么脏啊？刚才摔的呗。哦，以后小心点儿。如燕姐，你怎么起这么早啊？心里有事，睡不着。我也睡不着。好了，我让人再给你送2套衣服来吧。哎。叔父，叔父，如燕，怎么样？非常奇怪，他的脸颊和颈下有2处淤血，据他所说是撞在了太湖石上，但我看不像，那是被重重击打所致。还有他的脸上和身上都沾满尘土，不知道是做什么去了。这个小丫头有些意思，我想她逃出侯府，定然还有别的原因。我也这么想。哎，你这个当姐姐的可要好好照顾啊！您就放心吧。记住，千万不要惊扰她。现在一切都是悬疑，还没有到收网的时候。我明白。阁老，阁老，如燕姑娘。温大人，叔父，那我先去了。好。阁老，怎么样？刺史大人昨晚休息的可好啊？多谢阁老，李将军安排的非常周到。自江州一别，你我也有半年未曾相见了。是啊，蛇令案后，卑职又迁江州刺史，与您天各一方。闲暇之时，追思在柳州和大洋山时的情景，心中甚为怀念。所幸者天降奇事，您竟奉圣谕到江州休养，使开能够再次聆听阁老的教诲，实在是幸甚至哉啊！哎，我哪有什么教诲给你，不过是往日的一些经验，唠唠叨叨的说个不停，只怕日后你还嫌烦呢。卑职岂敢？您的话句句金石，使温开得意非浅。此次黄文月案，卑职特来求教，想起能够再次见到阁老，心中倍感欣喜。这一次我一定要多住几日，还望阁老能够不吝接纳呀。好啊！你刺史大人能够光降寒舍，我这山野之人岂有不纳之理呀？而且我在武平的一切用度都由你刺史府供出，你可是我的衣食父母啊！你尽管住下，不必匆忙。我想黄文月这件案子绝不会是单绝孤立，一定还有下文。阁老的意思是，黄文月与薛青林过从甚密，他死在了江州，无独有偶，这几天侯府也热闹得紧，这其中恐怕
不会没有关联呐。坐下。县令大人，有急事面见刺史大人。刺史大人，刺史大人，刺史大人，李老先生，昨夜城中平安客栈发生一宗命案，死者身份不明，但据店小二说，死者是从江州来的。卑职率人勘察现场啊，在死者身上找到了这个。这是刺史府的出入令牌啊！大人，卑职以为死者有可能是江州刺史府的工人。您看，您和老先生是不是过去看一看？先生，葛斌，怎么？你认识这个人？此人便是江州司马葛斌啊！他是司马大人。我说这死者怎么会有府衙的出入令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葛斌怎么会在武平？江州司马，官至4品，可以说是封疆大吏，竟会死在这小小的客栈之中。这内中的缘由，耐人寻味啊。是啊，他是被钝器击中后脑而亡，与黄文月一模一样。哦，是的，死者后脑被重物击碎，连伤口的形状都是一致的。文开、永忠啊，你们去把昨晚值夜的人找来。是。元芳，你来看看。大人，是铁锤一类的凶器，凶手不会武功，但却是天生神力，这一点从他的发力能够看出来。他定是藏在死者背后，高高举起铁锤，死者回过头，凶手抡动铁锤，重重地砸了下去。不错，看屋中的位置，应该是这样。如此看来，凶手不是习武之人，更不是专职杀手，否则绝不会使用如此笨重的武器，更不会发出这样的着力。您知道，头部是人身体最坚硬的部分，专职杀手杀人绝不会选择头部。不错，而且凶手所用的武器沉重无比，据我估计至少有70-80斤。凶手定然是用尽全力，狠狠地砸了下去，这才致使死者的后脑深深凹陷。以此推断，凶手定是力大无穷，否则不要说用70-80斤重的凶器杀人，就是举起来都很困难。先生，先生，昨夜值夜的店小二已经找到了，走去看看。要实话实说，听到了吗？是。昨晚是你在值夜？是小人。店门是何时关闭的亥时左右关闭。那死者是何时回店的呢？大约子时左右，是小人给他开的门。在这之前还有什么人来过？大约戌时3刻，有个身穿黑斗篷的人来到店中，
说是要见这位葛先生。哦，黄文月被杀之前，管城也曾说过，看到一个身穿黑斗篷的人前来找他。哦，那个人长得什么样子？他身穿的斗篷风帽很长，看不清脸。小人告诉他葛先生没在，可他不相信。小人也没办法，只能带他上楼去看。房门锁着，他这才离开了。你是说他离开了？正是。你刚刚说死者是子时左右回来的？是，大约子时2刻吧。他回来之后，你没有听到什么动静吗？没有。好了，你去吧。是。昨天夜里，葛斌回到房中之后，凶手早已在屋内等候了。啊？可是先生，刚刚店小二说，那个穿黑斗篷的人离开了。应该说，凶手不是一个人。啊？什么？我想，事情应该是这样。哎呀，客官，您是住店还是找人？从江州来的葛先生住在哪个房间？天字第1号。葛先生现在不在啊。胡说！哎，真的不在。除非我亲眼看见，否则你便是欺骗于我。好好好，我带您去他的房间，您跟我来。您看，他是不是不在？先生慢走。凶手演了这样一出双簧，使自己安然潜入了葛斌的房间。无懈可击，应该说，这是唯一一种解释。啊，事情原来是这样。有道理，有道理。葛斌回到自己的房中，点燃桌上的风灯。这时候，黑斗篷从身后出现，以铁锤重击他的后脑，致其死命。先生，可是葛斌为什么要到武平来呢？当然是与黄文月之死有关，而且我敢断言，他一定是来找薛青林的。可是先生说黄文月与薛青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可以肯定。可葛斌却不同，他并不认识薛青林啊。温开呀，结论不要下得太早。我可以这样告诉你，如果说黄文月之死是本案的开始，那么葛斌的死绝不意味着本案的结束。永忠啊，先生，你马上将县内的捕快撒出，遍查全城各家客栈、饭店，只要查到薛青林和葛斌的消息，马上回报。是。文开，在。你立刻命人回到江州，取来20年前所有的官档和集史，我想从那里面会找到一些我们想要的东西。是。您放心，他已完全落入了我们的掌握之中。非常好，只待您一声令下就动手。啊，哦，对了，侯爷，给洛阳梁王的书信已派人发出，想不日即有回报。好，哎，姓狄的那边有什么动静？监视的弟兄们说，昨夜林永忠引着一个人到狄府去了。过了一会儿，林永忠回到县里，那个人就留在姓狄的家中。那锦娘呢？没有看见他出来。锦娘的事要尽快解决，否则大事不妙。张毅，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什么预感？
现在还说不好，只是心中有些忐忑不安呢。哎，对了，昨夜吩咐你的那件事准备的怎么样了？请侯爷放心，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好，看来我们很快便知分晓了。去吧。昨天夜里又到哪儿风流快活去了？哎呀，来了几个朋友，大家聊一聊。才怪！真的不骗你。那个锦娘怎么样了？跑了。猪年打雁，却让雁给捉了眼。想不到你这个风流薛小猴也会被女人玩弄于掌骨之间。看看你对她那么好，谁想到最后还是跑了。哎，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啊。来，哎呀，小云呐，还是你好。从今以后，我就只有你一个女人啊。算了吧，嘴不对心，也就是哄我高兴罢了。你薛青林要是没有女人，就不是你了。我答应你，从今以后，不管有多少女人，你永远是第一。行了吧，净说好听的。你呀，也就是骗我一笑，不把我扔了，我就知足了。你看，侯爷，啊，侯爷，冯万春、张显耿和吴顺三位先生求见。啊，有请。是。我先走了，好，你忙去吧。快把门关上！快！大哥，怎么了？葛斌昨天夜里被人杀了。什么？刚刚我们到平阳客栈，发现客栈已经被宫门中人所围，细问之下才知道，葛斌被杀了。先是六弟黄文月，现在又是四弟葛斌。老五，我们的处境不妙啊！看来这一次他们是有备而来啊。大哥，我让张毅陪你们立刻赶回客栈，收拾好行囊，搬到侯府之中。我就不相信，凭小弟在武平县的势力，会怕了这些孤魂野鬼。这样也好。但是五弟，事不宜迟，一定要尽快找出他们，否则你我寝食难安呐。大哥，放心吧，今晚便有分晓。小的狄春叩见张阁老。狄春，你怎么回来了？啊，快起来！哎，是不是狄公出了什么事情？阁老请放心，老爷一切安好。哦，看你这急匆匆的样子，那就是狄公有事交办了。难怪老爷常说张阁老是他的知己，果真不差，一猜便中。哦，这封书信是给您的，这份奏折是老爷请您转呈给皇帝的。好，我马上进宫。陛下，怎么了？梁王殿下先在殿外候旨。叫他进来。是。有请梁王殿下。陛下。三思啊，有什么事吗？啊，昨日吏部接到江州刺史温开的官堂，原武平县令黄文月离任后，在馆驿中被杀。哦，武平县令。正是。案子破了吗？还没有。
此事由吏部会同地方官处置也就是了，似乎不必上呈朕知吧？啊，是。不过臣想，黄文岳堂堂县尊，朝廷七品，如此离奇死去，颇为不同寻常。那你的意思呢？臣以为，朝中当派遣阁臣宰辅前往江州，处置此事。有这个必要吗？陛下，有句话臣不知当讲不当讲。说吧。20年前，黄国公李矮谋逆案，想来陛下还记得吧？当然记得。怎么？这个武平县令黄文岳，就是曾为此案出过大力之人呐。哦，正是。这个黄文岳，一非进士出身，二非宏词之士，以不疑的身份一跃而进为县尊，就是因为黄国公案的缘故。三思，你究竟想说什么？陛下，以臣看来，黄文岳之死不简单呐。什么意思？此案会不会是那些李氏余孽兴风作浪，又起波澜，挟私怨而仇杀黄文岳？以你之见，此事该当如何处置呢？刚刚臣已经说过了，派重臣前往江州查查此案。何人为宜呀？狄仁杰去朝有1年了吧？哦，有一位朋友刚刚从江州治下的武平县回来，他说在县中见到了一个人，似乎是什么？似乎是狄仁杰。想不到你竟会关怀起狄怀英来了，这也真算是奇事一件。哦，臣只是以为狄公素以断案著称，如果此案由他负责处置，那再合适不过了。三思啊，如果朕所记不错的话，今天的太阳应该还是从东方升起的吧？陛下的意思是，举荐狄仁杰的话，竟从你的口中说出，朕是不是听错了？陛下，臣不过是笑春秋齐奚之故事。齐黄羊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可以说是旷世经典，千古美谈。可你所笑恐怕不是齐奚，而是楚王。陛下，臣万死不敢如此造次，请陛下明察。周天子有九鼎，楚王问之，其意不在周王之鼎，而在天下。假黄文岳之事，问狄怀英下落，内藏奸诈，其心可诛。臣该死，臣该死！狄怀英奉命致仕，回并州休养，怎么会出现在武平县？是臣滥言多口，望陛下恕罪。今后做事要老老实实，不要动不动就耍这种妇人之志，明白吗？是。你说有一位朋友看到了狄怀英，这位朋友是谁呀？是薛青林吧？啊？朕没有说错吧？正是。平南侯薛青林与闲居武平县的一位狄姓老者发生了一些纠扰，因此请臣代为打听此人的出处。你身为宰辅，竟为一个小小的平南侯，便在天子面前行奸使诈，巧言试探，这其中不会有什么隐情吧？是臣糊涂。平南侯薛青林命人传书微臣，请臣无论如何要帮忙查问，因此臣才做下如此昏妄之事，求陛下恕罪。哼！这个薛青林越发的不知天高地厚了，倚仗朕对他的宠信，骄横跋扈，搅扰地方。江州的几任刺史多曾具表参奏，朕都念其勋劳，下旨宽免。想不到而今竟变本加厉，
妄干朝事，真正是岂有此理！陛下，臣也是看在薛青林有大功于皇帝，这才答应帮忙。你是在替薛青林邀功吗？臣不敢。当年黄国公案后，薛青林由一个区区轻车都尉，一跃晋为侯爵，这是多么大的恩典！说什么有大功于朕，这是他居功自傲的资本吗？别说一个小小的薛青林，当年的宰辅裴寂、大将军程务挺、赵怀义，又怎么样？哪个不是有大功于朝，还不是一一为朕所诛？是，陛下所言极是。哼！朕听闻薛青林曾对旁人讲起，手中有一绝密，上挟宰辅，下镇地方，可有此事？啊？臣想他还不至于如此，不知天高地厚吧。有机会给这个薛青林提个醒，要他小心行事，否则一旦天威降临，那便是灭顶之灾。是。起来吧。谢陛下。三思，朕看来你与薛青林枉从过密，似乎也不太妥当。你要谨慎为是。是，臣知己过，望陛下宽宥。好了，去吧。是。蛇鼠之心，难成大器。陛下，张阁老有要事求见。叫。是。张阁老，请。陛下，狄公从武平发来奏折，呈上来。是。狄怀英不负朕望，果然了得。陛下，半年前狄公奉谕由江州前往武平，就是为了这个平南侯薛青林。是。尔等退下。是。不可贸然行事。陛下，您说什么？啊，没什么。哦。怎么样？没有找到。要仔细。是。哦，先生，有什么发现吗？没有，这些档案好像没有什么用处啊。不要着急，再找找。是。元芳，有什么发现吗？没有。先生，您看，这是刺史府封存的20年前密档，这是有关黄文岳的。果然如此。先生，您有什么发现？孟开啊，你还记得吗？前天在说起黄文岳被杀案时，我就曾经断言，此案定与薛青林有着紧密的关联。不错，我记得。据官档中记载，20年前薛青林投书构陷黄国公一家，这个黄文岳便是他的帮凶。哦，我说这个武平县令黄文岳怎么会从一个毫无功名的布衣之人一跃进为7品县尊？原来竟然是这样。档案中还说，黄文岳协助薛青林搜集黄国公谋逆的伪证，
事成之后，由当时的宰辅武三思单革签批，皇帝亲旨，跃进为7品县令。先生，我记得昨天您还曾说到，葛斌之死也与平南侯薛青林有关。是啊，我敢断言，葛斌的情况定然与黄文岳相同。哦，找到了，刺史大人，找到了。大人，这是州府封存的葛斌密档，上面也提到了黄国公案。这上面怎么说？又被先生言中了。先生，这上面说，葛斌原本是江州城中的鱼商，与薛青林是莫逆之交。黄国公案时，此人曾7进刺史府，向当时的江州刺史封增言投递黄国公李矮谋反的证据。此案之后，他也同黄文岳一样，由梁王单签，圣上亲旨为江州法曹，正7品下的官职。看来我的推断完全正确，这2位死者与黄国公案和薛青林都有关联。真想不到这个葛斌竟然也是构陷黄国公的帮凶。黄文岳、葛斌都是20年前构陷黄国公的帮凶。事隔多年，2人先后被一个神秘的刺客锤击而亡。此案当中到底有什么玄机？先生，那个神秘的刺客会不会是黄国公李矮的后人？先生，学生也这么看。20年前的那桩冤案，以薛青林为主谋，黄文岳、葛斌从之，因而与黄国公李矮一家结下了深仇大怨。当时黄国公一家15岁以上男丁被全部处死，其他人发配岭南为奴。20年后的今天，黄国公的后人们长大成人，寻仇至此，先杀了黄文岳。葛斌闻讯之后非常惊慌，前来武平找薛青林商议对策，没想到凶手尾随而至，将其杀死在客栈之中。先生，看来这个凶手的最终目的是薛青林。温大人所言极是，这也能够解释为什么黄葛2人同样牵涉20年前的旧案，又一前一后被同一个凶手以同样的手段杀死。看来这是目前最合理的一种解释，但却还不能说就是此案的最终结果。为什么？这里面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那就是黄国公李矮是不是留有后人？先生，这一点如何澄清？很难呐。你们可能都知道，发配到岭南的李姓宗嗣都被皇帝赐毁姓，注销宗族家谱，编入朝廷的留人籍当中，因此很难查到究竟谁才是黄国公的后人。而且岭南多障，留人死于一所者10之8九，这些人死后便草草掩埋，不立碑，不造册，而且年深日久，因此我们即使要查，也无从得知这些李姓宗嗣孰生孰死。不错，这一点学生也是知道的。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我之所以说目前还无法定案，便是基源于此。还有，你们想到了没有？黄国公的冤案自江州始，波及大江南北，牵涉了所有李姓宗嗣。这样一宗巨案，岂是薛青林、黄文岳、葛斌这3个小人物如此轻易便能做到的呢？先生，您的意思是？首先，薛青林在朝中定有靠山；其次，他的手下
定然不止黄文岳和葛斌这2个帮凶。先生，您的意思是，江州还有类似葛斌和黄文岳这样的官员存在？而今事情尚不明朗，我不过是推断而已。那如果真如先生所说，这些官员岂不都身处危险之中吗？文凯啊，看来我们的追查不能仅限于黄文岳和葛斌这2个人身上。这样，你命令辽署遍查所有江州官吏的旧档，看看还有什么发现。是。先生，看来这里的水很深啊。刺史大人，刺史大人，刺史大人，狄老先生，袁方兄。永忠，有什么发现？县衙的捕快们奉令遍查全城的饭店、客栈，果然如老先生所料，悦来客栈的店伙计告诉捕快说，昨天夜里薛青林和葛斌与另外3人曾在店中会面。还有另外3人？正是。走，去悦来客栈。大人，就在这里。几位大人，那个房间在哪里？就在里面。就是这间房子。当时房中就是这个情形。正是。薛侯爷走后，小的害怕他老人家还会回来，因此吩咐房中的一切都不要乱动。他们一共5个人。正是，3人先到，薛侯爷和另外1个人是最后来的。看到了吧？我刚刚说过，薛青林的帮凶绝不止黄葛2人。此案的每一步都被先生事先说出，真是神乎其技啊！另外的3个人会是谁呢？有一点可以肯定，另外3个人定与葛斌一般，乃是江州大吏。稍安勿躁，我相信武帝一定会有办法的。有办法？我看不见得吧。老三，你这是什么意思？大哥，难道你不知道，老五一直视咱们几个人为眼中之钉，我们一日不死，他的秘密就有可能泄露出去。老三，你到底想说什么？大哥，你想想有没有这种可能？6弟黄文岳和4弟葛斌是老五所杀。什么？是啊，3弟说的不是没有道理。大哥，小弟也早有此虑。您想一想，在昨夜会面之前，我们已在武平县中住了3天，大家都安然无恙。可恰恰就是在昨天夜里与老五见面之后，葛斌就被杀死在客栈之中，这难道不可疑吗？那你的意思是，老五离开悦来客店后，暗暗潜进葛斌的住所，将他杀掉？时间空间完全吻合。大哥，您再想一想，我们来到武平之事是绝对保密的。是。除了老五，还有谁会知道？而今老五将我3人关进侯府，一旦他起了歹心，那咱们可就是羊入虎口啊！因此，依小弟看来，咱们还是尽早离开侯府为妙。不，这不可能。老五这个人我了解，虽然心胸有些狭窄，但断不会做这种灭绝义气之事。大哥，多年不见，
他现在的想法，您还会知道吗？那以二位贤弟之见呢？不辞而别。不，我看还是待今晚的结果明了之后，明日我们再赶回江州。大哥，今晚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们都中了老五的圈套。你想一想整个事情的经过，还不明白吗？如果黄国公真有后人前来寻仇，为什么一定要等到老六黄文岳离任后才动手？可如果六弟是老五所杀，他为什么不在武平下手，而偏偏要等六弟卸任来到江州？那岂不是白费了很多力气？大哥，您糊涂啊！首先，如果六弟死在武平任上，我们立刻就会想到一定是老五做的手脚。第二，老五之所以在江州动手杀死六弟，就是为了要让我们觉得是黄国公的后人前来寻仇，惊慌之下来到武平找他商议对策，而他在此准备好一切，将我们一网打尽，从此便再无后顾之忧。所以大哥，如果说今晚有什么结果，那结果就是我三人被他杀死在侯府之中。不，我不相信五弟会做这种事情。大哥既然不信，小弟也不便强求。大哥要在此等候，也悉听尊便。恕我二人就不陪您了。你们，二哥所言极是。待到二更末，你我二人便前出侯府，连夜赶回江州。好，三弟，出府之后，我们避开大道，取水路回江州。二哥妙计。冯万春、张显拱、吴顺，正是。冯万春是江州长史，张显拱和吴顺是江州法曹和银曹。刚刚辽属们在密档中查到，这三人也是20年前黄国公案后由布衣职越为7品官制，与葛斌、黄文岳的情形完全一样。看来悦来客栈中的另外3个人就是他们。这一点可以肯定。文开，你立刻传令武平县令林永忠，发动县中所有衙捕，遍查全城之中的旅店和客栈，一定要找到他们。是。这3个人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船家，能使夜船吗？去哪儿啊？江州。明天早上走行不行？有急事，必须连夜返回，请大哥莫嫌劳顿。是啊。纹银10两。川资奉上。啊，二位客官上船吧。谢谢，快请。我想，应该是明早能到。船家，为何停船？哦，怎么停船了？是，我去看看。船家，怎么停船了？船家。
啊！大人，哦，元芳啊，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睡不着啊？还在想这件案子？是啊，大人。自打我跟随在您的身边，多少年来风风雨雨，见过的大案小案不计其数。可是这一次的武平案，却让我第一次感觉到有些困惑。哦，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这桩案子令人感到非常别扭。别扭？你这个词用的有意思。说来听听。在这之前，不管是幽州使团案、湖州蜜蜂案、洛阳无头将军案，还是2年前的崇州蛇灵案，每一桩每一件都是蹊跷诡异、极尽复杂变幻之能事。然而，我却从没有产生过困惑，因为我知道自己要对付的是凶狠的敌人，而不是什么。自从武平案发后，我时时感受到一种不平。那些本应被人同情的受害者，现在却一个个都是阴险歹毒、强凶残暴的恶棍。从死在江州的黄文岳，到武平身亡的葛斌，这些人都是罪大恶极之徒。这么说吧，如果我不是朝廷的将军，而是快意恩仇的江湖豪侠，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下手，将这些恶贼除掉。我真不知道，是非在这里到底代表了什么？正义用在这些人的身上，是不是被彻底歪曲了？我能够理解你的感受，也能够感觉到你的表现。在蛇灵大案中推理如神、独闯蛇穴的李将军，在这桩案子中却很少发表意见。元芳啊，我有一种隐隐的感觉，这桩案子破获出来，恐怕会令你我都大吃一惊啊！大人，这是什么意思？不要觉得这是桩小案，可内中的曲直情由却并不比我们以往破获的那些大案简单。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已经接近了真相。就目前的情形来看，我们所知的连皮毛都谈不上了。大人，此案不是已经很清晰了吗？黄国公的后人为报家仇，杀死了那些构陷无辜的恶贼。除此之外，还有什么能够解释葛斌和黄文岳之死？元芳啊，你现在被情绪所左右，判断已经出现了偏差。我可以这样说，小小的武平县城当中，隐藏着多股力量。多股力量？是啊，虽然目前我还说不清楚这些力量都代表着哪一方，但是我已经从几天的案发之中清楚地感受到这一点。锦娘、神秘的刺客、
薛青林，以及那几位江州的大吏，每个人身后都隐藏着巨大的秘密。而且我敢断言，这秘密绝不是那些官档中所记载的，那是如浮云一般的往事啊。把身体抬下来，放在这里。让开！大人来了！林县令啊，这是怎么回事？今晨接到江边渔民报案，在江中发现一条无主的渔船，船上有2具尸体。啊，张仙谷、吴顺。哦，是他们。正是，这2人便是江州法曹张仙谷和银曹吴顺。与黄文岳、葛斌一模一样，被铁锤砸碎后脑而亡。看来，那个神秘的黑斗篷再一次出手了。唉，江州刺史府下的司马法曹和银曹都在武平被杀，这让学生如何向吏部交代啊？林县令在。现场是怎么样的？啊，2具尸身，一在船头，一在船尾，船上有脚印，想来是凶手留下的。唉，刺史大人，真想不到卑职到任仅几天，就发生了3起如此恶性的凶案，而且死者都是州衙大吏。唉，看来卑职这个武平县令算是做到头了。哦，元芳，我们上船去看一看。是。老先生，死者吴顺就躺在此处，张仙谷躺在船尾。哦。舱内没有血迹，说明凶手并未进来。大人，您看。元芳，再到船头看看。大人，这一定是凶手的脚印。看来凶手是2个人。2个人？元芳，你没有发现吗？这对脚印与船尾的那对脚印是同一个人，与船头这对脚印，无论从脚型还是大小都不一样。不错，好像是大一些。我想，事情应该是这样的：那个黑斗篷先在船尾击杀了张显拱，而后穿过舱顶，吴顺意欲逃走，在船头被另外一个凶手截住。此时，黑斗篷站在舱顶，用重锤将其击毙。有道理。元芳，你将这2个脚印踏下来，我想这对于我们日后辨认凶手会有好处。元芳，
好讲究的圆领袍啊！难道这是凶手之物？可他为什么要将这袍服扔在船上呢？也许是匆忙之间忘记带走了。先生，啊，有什么发现吗？哦，文凯永忠啊，让衙役们清理现场吧。是。姐，你们过来，先生让道。是。让开，让开，让开。都来。是。过来，都过来。大人，仔细的搜查一下。您说另外一个凶手会是谁呢？此人定是黑斗篷的帮凶，他扮作船夫的模样，将张武二人诱上船来，而黑斗篷则早已藏身在夜船之上。待船驶到江心，黑斗篷突然出现，将这二人杀死。你卑职想来，张显拱和吴顺定是要连夜赶回江州，这才来到捕头。而黑斗篷与另外一个人则提前侦知了二人的踪迹，化妆潜伏，守株待兔。说得好。还有一个问题，张吴二人为什么如此急迫，以至于竟要深夜雇船赶回江州呢？还有，在悦来客店中，我们发现了5张椅子。据密档调查的结果显示，应该还有江州长史冯万春。可为什么只发现了张吴二人的尸体，却不见冯万春的踪迹呢？冯万春会不会留在了武平？这就怪了。冯万春、张显拱、吴顺、葛斌4人一同前赴武平来见薛青林，按情理讲，该当是同去同回。尤其是葛斌被杀以后，这3人感到危险的存在，更不应该分头行动。而今葛斌、张显拱、吴顺这3人被杀死，却独独没有冯万春的下落，这不奇怪吗？有道理。前天县衙的捕快全程调查发现，确实有4个从江州来的客人，分别住在城中的4家客栈中，用的都是化名，其中1人便是已经死去的葛斌。以此推断，另外3人就应该是冯万春、张显拱和吴顺。不错，这些人倒也奇怪，为什么不住在一起，而要分头住在4家客栈之中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4人是因为黄文岳被杀一事赶来武平面见薛青林，却1不住进侯府，2不住在同一家客栈之中。你想一想，这其中有什么奥妙吗？难道他们对薛青林也并不信任？用你的话说，只有这一种解释。他们虽然在恐惧之下前来寻找薛青林商议对策，却并不信任这位朋友，因此他们选择了分别住在4家客栈。只要有1人出事，其余3人便可闻声而逃。捕快们在调查中还发现，这4人是来到武平3天以后才与薛青林见面的，这就更加印证了我们的推断。而且被调查的客栈老板对捕快们说，昨天上午这3人同时退掉了房间，离开了客栈，而张显拱和吴顺却是昨天夜里才被人杀死在船上。那么中间这段时间，这3人在哪里呢？平南侯府。不错，葛斌被杀，令这3人万分惊惧，对神秘刺客的恐惧胜过了对薛青林的提防之心。为了自身的安全，他们最终决定搬进平南侯府。如此说来，张显拱和吴顺就应该是从侯府出来，直接来到捕头，雇船赶回江州。
不错，或许他们想起了什么，或许是发现了什么，或许是与薛青林产生了口角，这才致使二人要连夜返回。这么说，冯万春应该还留在平南侯府中。这件事要尽快办，否则大事不妙，知道吗？请侯爷放心，记住，不可露出马脚。侯爷，侯爷，怎么了？江州刺史文开、武平县令林永忠，还有那个姓狄的老头子，现在府外，说有要事求见。刺史大人来了，正是，有请。是。请啊，您请啊。哎呀，刺史大人光临，令寒舍蓬荜生辉呀！数年不见，侯爷身体轻健，开是为心性之至。哎呀，太客气了，林县令、狄先生，别来无恙啊！承侯爷记挂，永中安好啊！侯爷多礼，老朽不敢当。哎呀，几位请，侯爷请啊，请。啊，请啊。请用茶。啊，请用茶。几位请用茶。刺史大人前来武平，怎么不事先通告薛某一声？我也好尽一尽地主之谊呀！本来是前来探望老师狄先生，可是怎么？这位狄先生是刺史大人的恩师？正是。哎呀，失敬啊！不敢。薛侯，无事不登三宝殿。今日造访是为有要案相询。哦，是何要案竟惊动了刺史大人呢？数日之前，原武平县令黄文岳在江州馆驿被杀。什么？黄县令被杀？正是啊，此次本州前赴武平，即是要就此案求教老师狄先生，可没料到武平县中竟连发血案，且死者都是州衙大吏。哦，有这等事啊！前天夜里，江州司马葛斌被杀死在平阳客栈的房中。昨夜，江州法曹张显拱、银曹吴顺又在回江州的夜船之上被害。什么？这三位大人都死在武平？是啊，而今我们已经确认，杀死这几位大人的凶手为同一个。此人身穿黑色斗篷，手持铁锤，杀人的手法非常简单，以掌中铁锤击人后脑。哎呀，这可真是恶性血案呐！死去的几位大人，真是太可惜了。薛侯，黄文岳大人是薛侯的朋友，这一点为众人所知。是啊，黄县令为人忠厚，施政公允平和，实为难得的好县令啊！今日我三人造访侯府，就是想问一问，除了黄县令外，另外三位死者是否与侯爷相熟啊？本侯只是听说过这三位大人的名字，却并不相识。是这样，薛侯爷，此案错综复杂，涉及到20年前黄国公谋逆一案。薛侯爷可要万分小心呐！这是当然，不劳先生提醒。冯万春这个人，薛侯知道吗？
先生说的是江州长史冯大人？正是。本侯不认识。此次与葛斌3人同赴武平的，就有这位冯大人。据县中悦来客栈的伙计讲，前天夜里，也就是葛斌被杀的当天，薛侯爷曾与4位朋友在客栈中会面，不知有没有这回事啊？哼，先生这什么意思啊？本侯说过，并不认识这几位大人，难道还会谎言欺骗吗？老朽只是问一问，侯爷是不是曾与4位朋友在客栈中会面，可并没有说就是这4位大人呢。哎，我这，你，哎，我说狄先生本侯看在你是刺史大人的恩师，这才对你礼敬有加。你身在山野，一无出身，二无功名，竟当着刺史大人和县令大人在座，直言诘责本侯，这有些不太合适了吧？请你自重身份。侯爷何必如此动怒？老朽也不过就是随便问一问，得罪了啊！薛侯，我们也是心急案情，这才直言相询。不周之处，望侯爷恕罪。大人言重了。薛侯爷，这件丝质的圆领袍，在这武平县中，除了您，恐怕再无别人敢服了吧？这是，请侯爷仔细看看，这是不是您的衣物？这似乎是本侯之物，只是很多年都没有穿过了。请问林县令，此物是从何处得来呀？是在张显拱、吴顺2位大人的死亡现场发现的。什么？正是。这，我林县令，你这是什么意思啊？难道你是在怀疑本侯是杀人凶手？物证在此。刚刚侯爷也已承认，这确是您的物事。恐怕到了开堂之时，侯爷您就要亲自到府了。切，就凭武平县一个小小的公堂，恐怕难以承载我平南侯薛青林上堂做供吧。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切，就凭这么一件衣物，你就敢说本侯犯法？啊？侯府广大，人义众多，谁都有可能偷到本侯的衣物前去作奸犯科。林县令怎么就言辞凿凿，指认于我？请问，并不是怀疑侯爷，只是此物为现场证物，林县令不过是询问罢了。哎，刺史大人之言最为有理，不错，这确是本侯之物。啊，林县令，收起来。那就不耽搁薛侯了，本州告辞。我宋大人。欲盖弥彰。先生，我真是佩服您，几句话就将薛青林问得哑口无言，恼羞成怒。先生一步步将他圈入构中，可笑这厮竟然丝毫没有察觉。林县令一番巧诈，也令他捉襟见肘啊！那还不是按照先生的吩咐吗？你们2个唱红脸，我一个唱白脸，
把个薛青林折腾得漏洞百出啊！现在看来，我们的判断完全正确，而且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冯万春一定在侯府之中。哎，先生，您看薛青林会不会就是杀死黄文月和葛斌等人的凶手啊？现在还不好说，但并不排除这种可能。永忠、文开，看来我们要马上行动起来。侯爷，他们都说了什么？张毅，我觉得情形有些不对呀。他们似乎知道张显拱、冯万春和吴顺与我的关系。近日在堂上，这三人你一言我一语，软硬兼施，技诈并用，着实的令我有些措手不及。恐怕是露出了一些破绽呢。而且，最奇怪的是，我的随身衣物怎么会出现在凶案现场呢？难道又是小云？小云之事不能再拖了，要尽快解决。锦娘，如烟姐，小丫头，想什么呢？没想什么。你怎么总是显得心事重重的？没有啊。锦娘，这淤伤怎么还没好啊？你别管他了，如烟姐，乡下人磕磕碰碰是常事儿。锦娘，有什么事儿就对姐姐说。千万别憋在心里。最近几天，我发现你有些神情恍惚，到底怎么了？没有啊，如燕姐，什么事儿也没有。那是最好。你知道，亲人为什么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吗？那是因为人都需要倾诉，更需要有人倾听。很多年以前，我也曾经像你一样冷冰冰的，只知道为非作歹，做些杀人的勾当。但是在冰冷的表面背后，我是多么渴望有人能够关心我，爱护我，多么希望有个亲人能将隐藏在内心的话对他倾诉。锦娘，你记住，我就是你的亲人，一个可以舍命保护你的亲人。我知道，我知道。老爷啊，大人。哦，元芳啊，怎么样？收获甚丰啊！我去准备一下。哎，记住，千万不可打草惊蛇。是。叔父。哦，如燕呐。叔父。锦娘这孩子越发的不正常了。怎么？
他每天要在院中待坐上几个时辰，一动不动，嘴里不时的嘟嘟囔囔。我看情形有些不对头。这小丫头不简单呐，她的身上定然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只是我们现在还无法得知。如烟，近几天武平连发血案，情势非常紧迫。金娘的事，我恐怕暂且顾不上了。我就把这孩子交给你，一定要细心啊，更要有耐心。您放心吧。还有，在我缓过手处置此事之前，千万不要惊动他。兰香，你立刻去。好的。将纸条放在老地方，千万要小心。放心吧，奶奶，也不是头一回了。去吧。你马上去，照此安排，不得有误。是。哎，等等，侯爷，您还有什么吩咐？萧云乖巧多智，你们行事一定要加上10000个小心，万不可打草惊蛇。侯爷，您就放心吧。我到东花园去看看。有什么情况，随时向我禀报。是。大哥，怎么样，老五？有什么动静？大哥，有个坏消息啊！老五，是不是老二和老三他们？今天下午，刺史温开和武平县令林永忠来过了。什么？刺史大人在武平？正是。哎呀，不好不好！我身为江州长史，竟然私离训弟，一旦被他发现，那可大事不妙啊！大哥，你放心，他们并不知道你在这里。那就好，那就好。老五，你刚刚说老二和老三到底怎么了？他们告诉我，昨天夜里2哥和3哥在返回江州的夜船之上被人杀死。啊！哎！他们不听我的劝告，一意孤行，终于惹来了杀身之祸呀！这些理事余孽，我绝不会放过他们。老五，一定要将他们一网打尽。否则我们再无宁日。大哥，你放心吧，一切我都安排好了。走，咱们进屋说吧。我跟你说，大哥啊。
哦，远房大人，回来了，怎么样？有什么收获？果然不出大人所料，冯万春就在平南侯府中。看来今天早晨我们的推断完全正确。冯万春、张显拱和吴顺这三人因恐惧躲进了平南侯府。是啊，我还听到了冯万春与薛青林的对话。薛青林称冯万春为大哥，而冯万春称薛青林为老五。哦，还有，冯万春称死去的张吴二人为老二和老三，而薛青林说到葛斌和黄文月时，又用了四哥和六弟的称谓。如此看来，这6个人似乎是磕头换帖的异姓兄弟。不错，我也是这么想。可大人，奇怪啊，薛青林贵胄出身，怎么会用这等江湖称谓？这里面大有文章啊！如果这6个人是因黄国公之事才结交为友，就应该算是官场朋友。官场上的朋友是绝不会用大哥、老五这种称谓来称呼对方的，这倒有点像绿林豪杰所用。还发现了什么？大人，今日夜探平南侯府，我发现这府中的人都有些鬼鬼祟祟。哦，我潜进府中之后，先到了后院，发现正房中的一个女人要丫鬟将一张纸条送出府去，行为非常诡异。看那女人的打扮，像是薛青林的夫人。后来卑职来到正堂，发现薛青林与一个师爷样的人正密谋要对付一个叫小云的人。小云？正是。看样子这个平南侯府真是热闹的紧呐！各路诸侯同床异梦，这可真应了侯门深如海这句话呀。大人，我真是佩服您。昨夜您才说过，这武平城中隐藏着多股力量，今天这句话就应验了。远房啊，我总有一种直觉，平南侯府就像一张巨大的蛛网，西粘连带，将各路人马齐集到武平。其实你仔细想一想，难道我们不是其中一股吗？我们？正是。可大人，咱们并不是为了什么目的来到武平的，应该说是适逢其会啊。你错了，我现在才真正明白了，我们为什么会来到武平。为什么？是皇帝要我们来的。皇帝？还记得半年之前在江州我们接到的那份圣旨吗？哦，记得，那是我一生中接到的最奇怪的一道旨意，卑职至今也不明白，圣上到底是什么意思。我清楚地记得当时圣意下达，我们2个人都感到十分困惑。臣狄仁杰后旨。旨意：狄怀英火速赶往江州治下武平县，多听多看，钦此。请国老接旨。臣狄仁杰领旨。元芳，当时的情形是这样吧？不错。可我还是不明白，皇帝为什么要我们到武平来呢？当然是为了薛青林。薛青林？时到今日，我才彻底明白，圣旨上所说的多听多看，指的就是平南侯薛青林。您是说，
圣上想对薛青林下手，不是吗？否则他为什么莫名其妙地派我们来武平，而且还让我们多听多看呢？恐怕他早就有意要处置这个平南侯啊。可是大人，这薛青林是皇帝驾前的红人啊。很多时候，事实真相并不像你所看到的那样简单。您的意思是说，这件案子当中另有蹊跷之处？远房啊，你想一想，皇帝做事是一个何等雷厉风行之人。当年杀裴寂、楚越王、灭李姓，哪一桩哪一件不是只道人亡，再无拖延？可是这一次呢？如果说他真的想要处置平南侯薛青林，为何下旨如此谨慎，只用了多听多看这4个字，而且连平南侯的名字都未曾提起？还有，他又为何派遣我这样一个已经致仕的闲官来此查看，而不派朝中大员前来处置呢？卑职有些糊涂了。我的意思是，皇帝如此审慎的态度，与他处理别的事情大相径庭，你没感到有些怪异吗？说的也是啊，如果皇帝想要处置薛青林，直说不就行了？何必如此拐弯抹角呢？这里面大有文章啊！武平的水很浑呐，除了我们能够看到的，水下恐怕还隐藏着更多的变数。大人，现在我们该做什么？目前我不过是个治世的闲官，无权干预州县政案。一旦莽撞行事，打草惊蛇，被薛青林这奸贼抓住了把柄，不但你我难逃干系，恐怕还会坏了皇帝的大事。因此，在圣意未明之前，我们绝不可轻举妄动。怎么样，侯爷？梁王有回信吗？给，下去吧。是。是他。侯爷，怎么了？梁王在信中说，他前去探查姓狄的身份，却被皇帝臭骂了一顿。以他的推测，这个姓狄的老头便是大名鼎鼎的狄仁杰。什么？狄仁杰？就是那个断案如神的狄仁杰？狄仁杰身为朝中老奉，一代名臣，以判案著称，真是奇哉怪也。他怎么会在武平呢？侯爷，事情不妙啊！景阳的事恐怕要尽快解决。从今日姓狄的表现看，他并不知锦娘的秘密，这就说明他与锦娘并不是同路之人。而且现在他不过是个归田治世的闲官，想管事也无从管起。可受死的骆驼比马大，一旦他发现锦娘深藏的秘密，咱们可就被动了。所以此事一定要快。先小云后锦娘，我一定要将这一干李氏余孽一网打尽。卑职武平县令连永忠恭迎将军。贵县请起。谢将军。不知将军光临本县有何公干？贵县钦差大臣江南西道处置大使内史狄仁杰大人已到武平，请贵县立刻安排迎接。什么？李阁老来到武平了？正是。
我们从神都出发，直奔江州，可到现在也没有看到狄大人。听说他早已到了武平。怎么，早到了武平？是啊，贵县。狄阁老当世名臣，常听旁人提起，他处事非常严厉，你们可要做好准备啊。是，多谢将军，卑职立即安排。老爷，哦，老爷，你回来了，有什么消息吗？钦差现在正堂，请老爷与李将军迎旨。哦，来得好快。走。狄仁杰、李元芳接旨。臣狄仁杰、李元芳恭迎圣旨。旨意狄怀英，而志虑忠纯，清心秉正。前虽因年迈致仕，然朕思虑甚然，不能自已。今特旨复尔内史职，并着江南西道处置使。检校牵牛卫大将军李元芳，随朝供养，然英武神勇，屡见其勋。朕思其功，明其志，实为栋梁之器也。今特旨，仍以原职入朝，随佐狄公，钦此。臣领旨谢恩，万岁，万岁，万岁！啊，狄阁老请起，大将军请起。来，阁老啊，您请看，这是御笔亲批，吏部转发您与李大将军复职的官告。这一份圣旨是这样：而今江州刺史府衙下僚属、武平县衙下僚属及钦差卫队专属，现在武平县衙恭候。这份圣旨，皇帝亲嘱，由您当堂宣读。万岁，万岁，万岁！阁老，你来。好，皇帝还有一份密旨。哦，即行差看便是。是。平江历令万千重，鸿雁南归发不同。与亲一别后节气，愿邀先府梦中游。乾坤自有惊雷动，阴霾深处鬼神愁。一代英良察钟鼓，堪笑诸葛再有之。阁老，圣上严旨，命卑职宣旨后立刻返回。卑职就此告辞。哦，有劳了，元芳，代我送送将军。哎，不敢，不敢。将军，请。啊，有劳了。李锤，在。老爷，去将温大人请到这里。是。昨天夜里我们还提到圣意未明，想不到今天圣旨就到了。可是圣旨当中并没有任何暗示，而这份密诏中又只写了一首诗，其中究竟有什么深意呢？诗？是啊，你看看。啊，大人，这是密诏，卑职看不太妥当吧？无妨。这诗中似乎只是抒发了对大人的思念之意，称赞大人是郭攸之那样志虑忠纯之士，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我也是觉得奇怪呀。皇帝这个人我了解，他绝不会无缘无故地写下这样一首诗，这里边到底有什么名堂呢？
元芳，把密旨给我。圣意已明，我们可以行动了。大人，您是从哪里看出来的？元芳啊，这是一首藏头诗的体例，但圣上害怕藏头书写太过明显，因而将自己要说的话藏进了诗文当中。你来看，平江立岭万千重，鸿雁南归发不同。南与卿一别后节气，愿邀先府梦中游。乾坤自有惊雷动，阴霾深处贵神愁。一代英良察钟鼓，堪笑诸葛赞幽之。平南侯府有鬼查之。大人，终于盼到了。阁老，阁老，文开啊，你来看看这个。太好了。是平南侯薛侯爷吧？正是啊。卑职江州刺史府文院长顾立琛。哦，有什么事啊？刺史府官牒，请侯爷前往武平县衙迎接钦差大臣。什么？钦差大臣在武平？正是。这位钦差大臣怎么来得如此突然？这个卑职也不知道，只是奉文曹大人之命行事。哦，回复文曹大人，本侯马上就到。是。这个人怎么都换衣服了？笨蛋，什么雅集？这是京里来的御林军。御林军？是啊，告诉你们，咱武平来了钦差大臣了。钦差大臣，这回咱小武平可抖起来了。快来了。终于又看到您穿上这件银青袍服了。狄春呐，民间庙堂均是一般，不在乎穿什么样的衣服，在乎的是围观者的这颗心呐。这才像李元芳。难道我穿平民的衣服就不像？不管你是平民还是大将军，反正在我眼里都是李乖乖。你说什么？这是我给你起的名字啊，怎么样，好听吧？我这样一个杀人如麻的人，你怎么会给我起这么个名字？哎呀，快说好听。好，只要你喜欢，就好听。大人，去县衙。叩见钦差大人。
先生吗？哎，这不是小二哥吗？啊，小二哥，你好啊！啊，狄先生，真的是您呐！是啊，是啊。哎，过几天我付下钱来，再去钓上一条鱼精，请你去烹来尝鲜啊！好，还不赶快磕头啊！哎，起来，请大家起来。好了，小二哥，我先进去了。真的是他，这可真没想到，就是大男人呀！一个老已在门外，大家准备迎接。差大人驾到！恭迎钦差大人，臣江州刺史温开率州县衙署恭请圣安，万岁万岁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圣公安，诸位大人免礼，平身。谢大人。啊，狄先生，狄县令，不可造次。哦，是，还不向钦差大人赔罪？是。啊，卑职无礼，钦差大人恕罪。本阁在武平赋闲，多亏林县令关照。啊，卑职惭愧。平南侯到！大人，平南侯。是你？怎么，薛侯爷不认识了？昨天我们还见过面呢。薛青林不知大人驾幸武平，接驾来迟，望其恕罪。哦，好了，平南侯请起。谢大人。薛侯爷，如此公然立于堂上，太失礼了。还不一旁站下。青林无礼，大人恕罪。哦，薛侯罢了。谢大人。这位是圣旨钦点，随左本阁的检校牵牛卫大将军李元芳，诸位见过。大将军，众位大人免礼。谢大将军，谢大将军。大将军，宣旨：江州刺史府衙，武平县衙下辽众平南侯薛青林恭迎圣谕。臣恭候圣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古来圣王治世，赖有贤臣。周赵以将，有晏婴、百里奚、孙叔敖之属；汉有萧何、曹参罔恤。臣举则军政，天下治焉。朕思朝中有州县，道府吏治有所不安，下谶条条，无从得悉。乃至民生何若，闭塞于耳也。江南西道者，堪称国脉，未由众焉。朕殊重之。因特擢内史狄仁杰为江南西道处置大使，提调江州一切军政要务，代朕巡狩，体察民情，整饬吏治，
便宜行事，所至之处如朕恭亲，钦此。万岁！万岁！万万岁！啊，诸位请起。谢大人。诸位，本阁此次蒙圣恩，提点江南西道处置使，乃为民生利治之事，为圣公不安。本阁久居武平，所见者、所听者，均是平南侯府不检自律，横凶霸道。前任县令黄文岳无为应从，直成沆瀣之势，乃至百姓凄苦，境况堪忧。林县令，本阁言之不差吧？大人深入民间，对武平之事早已了若指掌。您说的太对了，武平百姓苦于平南侯府的迫害，已不是一天两天了。薛庆林，你身为朝廷四品勋爵，对此有何说法？大人，侯府之内确实有些不法之徒，打着平南侯府的旗号为非作歹。可如果说武平百姓因此而境遇凄苦，这恐怕是有些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侯府恶奴杜二将民女锦娘逼得走投无路，跳江自尽，这是言过其实？还是这个杜二率你府中恶奴公然闯入县衙公堂，打死告状的老汉吴四，这也是言过其实？大人，仍然是你平南侯府的管家杜二，强凶霸道，恣意使气，无缘无故搅扰街市，冲入饭店之内，殴打用膳的林永忠县令，这也是言过其实吗？一个小小的奴才竟敢殴打朝廷7品县令，这简直是反了！不错，今日堂上当着处置使大人，请侯爷给江州官吏一个说法。对，众位大人，众位大人，难辞其咎啊！那个恶奴杜二已被正法了。杜二正法？那薛侯爷你呢？你率恶奴手持钢刀，公然击破县衙大门，杀上公堂。大人，这也是言过其实吗？大人，这是公然造反呐！林县令为何不堂报刺史大人？请看大人，平南侯府如此劣迹斑斑，大人记者进京替江州主持公道。大人，小侯处事欠妥，上次已就此事向林县令赔罪了，求大人宽恕则个，宽恕则个。好了，薛庆林，今日你平南侯府的恶行报于众目睽睽之下，你还有何话讲？是，大人说的是，小侯定当整顿侯府，小心行事。整顿侯府就不劳薛侯大驾了。林县令，卑职在。自即日起，废除平南侯府在武平的一切特权，侯府占地者要还地于民，侵物者还物到人，冤讼者严加审理，务使武平归治成平。是。大人，本侯可是有圣上赐下的敕书，许薛某在武平的3项特禁之权。大人虽代天巡目，恐怕也无权夺旨吧？薛侯爷，记得昨日在你府中，你曾要本阁自重身份，今日这句话便还在了你的身上。本阁有便宜行事圣旨在此，不要说夺了你的特敕，就是砍下你的脑袋，也再情再理。不服的话，你尽管拒折进京，
看看圣上是怎样答复于你。本侯可是有大功于圣上。说得好，你不妨把这句话也写进奏折之中，或由本阁代转圣上也可以。薛庆林，你是个聪明人，应该知道皇帝为什么要将本阁派到武平来。实话告诉你，不要说你一个小小的4品侯，就是亲王元素，狄某也绝不姑息。自即日起，立刻交出侯府所有田契及商容账目，以供钦差专属查查。如敢违抗，那就不是夺你特敕了，那将是灭顶之灾。本阁的话，你听到了吗？谨遵君命。林县令在，照此执行，不得有误。是，卑职即刻办理。起来，一旁站下。温大人，卑职在。为何不见江州长史冯万春呢？回大人，冯万春私离殉地，不知其踪。听说好像是在武平。江州长史位在4品，竟私自离任，真是岂有此理！温大人，你急命僚属多方查找，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是。凡从前对平南侯府掠夺财产、强占田地、屋宇、私募人口者，或凡营生遭遇侯府欺诈、损失钱物，以及曾被侯府以冤狱迫害过的武平百姓，立即前往县衙造册，待勘察之后退还财物，平反冤案。平反冤案，这官府告示还能有假的呀？咱们武平终于盼着一位青天大老爷了。是啊是啊，哎，咱们平时受了平南侯府多少气，现在总算有地方出了。是啊，走啊，弟兄们，咱们到衙门告状去。大人啊，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咱武平人能有扳倒平南侯的一天。大人，您真是了不起啊！哎，这是因为这是小王的状。哎，林大人，弟兄们，这不是咱武平的新县令林永忠大人吗？弟兄们，咱们跪下，谢谢青天大老爷替咱们伸冤呐！来，大家请起来，乡亲们，我林永忠在此保证，今后武平绝不会再和从前一样，如若食言，人神共弃。侯爷，张毅，怎么样了？放心吧，都安排好了，只要他一动，必中圈套。真想不到，这个姓狄的竟然会是钦差大臣，真是天要绝我呀！而今侯府被夺去特敕，今后在武平县中，我薛青林还算得上什么呀？哼！侯爷，具折进京，请梁王揍他一本。你以为狄仁杰敢这么做是谁的意思？那就是皇帝授意的。什么？哎，侯爷，真没想到会走到这一步。看来
皇帝早就想对我下手了，也怨我前年在州城饮酒大醉，无意中说出了那封信的事情，桌上也不知是他娘的谁，竟将此言奏禀了皇上。啊，侯爷，您怎么这么不小心呢？20年前，黄国公暗号，梁王连连传信，命我焚毁所有往来书信。当时我想到，也许哪一天出了大事，可以以此物要挟梁王，以为救命之用，便将此信留了下来。谁想到，事隔20年，竟被锦娘盗走。一旦此信落入狄仁杰或者皇帝的手中，那我就彻底完了。侯爷，现在怎么办？今天狄仁杰在堂上还提到了冯万春，恐怕他已经察觉到冯万春、张贤拱等人与我的关系。如果冯万春再落入他的手中，那事情就更糟糕了。想整死我，没那么容易。狄仁杰还不了解，我薛青林不是池中之物。就这么办。侯爷，您想到了什么？刚刚我想了一条妙计，以小云为引，神不知鬼不觉的将所有的事情都办了，给他狄仁杰来个茫无头绪，无从下手。今日大人在公堂之上敲山震虎，直接说出冯万春之事，我想薛青林定会有所举动。是啊，我之所以这样做，就是为了打草惊蛇。哦，元芳啊，今夜恐怕你还要辛苦一趟啊。卑职想来，今夜的侯府一定会非常热闹。大人，我总有一种预感，不知道对不对？你说。我觉得，那个杀死黄文月、葛斌的凶手，就是平南侯薛青林。从我们在船上找到的衣物，到薛青林的种种表现，这个判断都令我感觉到是最合理的。为什么？大人，您想一想，张吴二人是直接从侯府前往捕头，除了薛青林，还有谁会知道这二人银夜离开？还有，就是在案发现场找到的圆领袍，那本就是薛青林之物啊。那么，动机呢？薛青林与张吴、黄葛这4个人是磕头的兄弟，他为什么要杀死自己最好的朋友呢？卑职以为，内中必然另有隐情。还有，你刚刚提到了那件圆领袍，元芳，你想一想，从江州管驿到武平县城，这个神秘的黑斗篷作案之后，没有在现场留下过任何的线索。可这一次，他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的疏漏，竟将自己的袍服落在了船上？还有，这个刺客每次行凶之时，都要将一件套头的大黑斗篷披在外面。那么他有什么必要将自己内衬的袍服脱下来呢？有道理。我看此案恐怕是另有蹊跷之处啊。这样吧，还是今晚你2探侯府之后，咱们再做判断吧。阁老。哦，文开啊。阁老，李将军。怎么样？现在薛青林乖得就像只小猫。刚才专属的人来报，他已将所有的田契和账目都交到了衙门。这等鱼肉百姓的恶贼，若不是看在本案还有些事情要着落在他的身上，我今日便将他绳之以法。叔父，叔父，怎么了？锦娘不见了。什么？是啊，我命人搜遍他的房间和整个府中，都没有发现他的踪影。如烟，你仔细想一想，
他最有可能去的是什么地方？如愿姐，你在找什么？没找什么，随便翻翻。你回家来，怎么也不和我说一声？我回家是自己的事情，有必要告诉你吗？我怕你会出事。我连死都不怕，还怕什么出事啊？你要找的东西找到了吗？一切都白费了。你到底在找什么？你别再问了。对不起，如燕姐。没什么，我们回去吧。如燕姐，有句话我能问问你吗？说吧。你为什么总盯着我？因为我关心你。走吧。如燕姐，我很感激你们救了我的命，这让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温暖。可我也能看出，从一开始你们就在怀疑我。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但被人怀疑的滋味很不好受。所以如燕姐，我不会跟你回去了。没关系，如果你不愿意回去，那我就在这里陪你。你为什么总是缠着我？就不能让我自己安静一下？我求求你，你走吧。我不会走的。好，那我走。好吧，既然你对我那么反感，我就走吧。如燕姐，你别走！怎么，改主意了？哭吧，哭出来就好了。对不起，我对不起你。你不用对得起我，只要对得起自己就够了。如燕姐，我跟你回家。叔父。哦，如燕，金娘找到了吗？找到了，现已回到房中。
他到底去了什么地方？他偷偷跑回小坡村的家中，在家里不停地翻找，见到我去，又哭又叫，我真的是有些担心呢。这孩子已经不堪重负了，再这样下去，恐怕会疯掉啊！我就是担心这个。锦娘是个谜呀，她一定是这多股力量当中的一支。然而，她究竟代表着谁呢？叔父，现在怎么办？如烟，不管她现在做什么，你都不要阻止，只是在暗中观察、保护。也许这样能够减轻一些她心中的重荷，而我们也能够从中发现一些端倪。怎么样？回来了，茶呢？准备好了，走吧。哎，小云，真不容易，终于把你给盼回来了。哎呀，这2天可把我累坏了。哎呦，哎，小云啊，这么晚了，你怎么还没睡啊？等你呢。等我？这2天你可真是忙得紧啊。哎，是啊，从江州来了几个朋友，你都见过的，不能不应酬啊。哎，我不在家，你都忙些什么呀？啊？想听真话还是假话？2样都说说。假话嘛，就是想你；真话呢，就是无聊。哎呀，说得好！哎呀，我也想你呀，小云。真的？真的。兰香，先喝口茶。好。青林，青林，
说，到底是什么人？你说呢？你以为我真的中了这只杯中的迷药？我一直觉得非常奇怪，为什么每次喝了你给我端来的茶，我就会立刻感到困倦，而且有时竟能睡上一个对时。起初我并没有怀疑这茶中有鬼，然而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让我发现了你的秘密。放进茶碗。是。多放一些。放到里面。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你委身于我前进侯府，定有所图。为了查清你真正的目的和身份，我对此事一直隐忍不言，只是暗中观察。我发现你对这座后堂很感兴趣，没事儿你就会在这儿转上一转。于是我故意让你发现后堂中的暗门，你果然中计，屡屡潜入。然而，你的行踪则早已被暗中蛰伏的张毅看在了眼里。今日你落在本侯的手中，我劝你实话实说，还能够落个全尸，否则我定会让你尝尽诸般酷刑，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自从我进入这侯府之内，早已是生不如死。只怨我自己疏忽大意，未加提防，这才中了你这奸贼的诡计。事已至此，不必多言，要杀要剐，随你的便。没那么便宜，你在找什么？这一点你心里最清楚，那是一件能让你抄家灭门的东西。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你一定是黄国公逆党的余孽吧？哼，亏你还有脸提起黄国公！薛青林，你这个见利忘义、卖主求荣的恶贼，我真恨不得生食而肉！小云，你有种！既然你能够在我的茶碗之中下入迷药，为什么不干脆将我毒死呢？说句实话，每一个发配到岭南的李姓后人，对你薛青林都是食肉寝皮之恨。可惜我小云无能，无法报家族大仇。姓薛的，你想一想，我会让你就这样容易的死掉吗？果然是李氏的余孽。那个杀死黄文月和葛斌的刺客是你的同伙吧？什么刺客？你这臭娘们儿！死到临头还在这装腔作势，快说！刺客是谁？现在哪里？不说我打死你！动手！罢了，将他斩压暗室之中。走，快走！大哥，你没事吧？这个臭女人，老五啊，我敢肯定，那个杀害4弟和6弟的凶手，定是他的同谋。大哥，您先不要着急，小云已落入咱们的构中，难道还怕刺客跑了？小弟要好好思忖一番，定下一个万全之策。我一定要将那个杀害4哥和6弟的凶手生擒活拿。要哥哥做什么啊？大哥，您先回去休息吧。如果需要，小弟会请您前来商议，好吗？好。送大老爷回房安歇。是。快去吧。
您看小云会不会和锦娘是一伙的？绝不可能，否则他怎会不知锦娘已将书信盗走？而今最重要的是要尽快摸清小云一伙的底细。侯爷，他是黄国公逆党余孽，这一点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我指的并不是他的身份。小云因钱进府，伺机盗书，不难看出，在整个事件中，他不过是个小角色。他的背后肯定还有更厉害的人物在暗中掌握此事。因此，我们要做的便是挖出幕后主使之人，将他们一网打尽。而后，侯爷，现在怎么办？哎，对了，小云身旁的那个小丫鬟兰香怎么样了？我已命人将她扣押在房中。好极了。此事恐怕还要着落在她的身上。跪下！侯爷，我知道你是小云的手下，我还知道你们的背后另有主谋。怎么样，侯爷说的没错吧？那个幕后主使之人是谁？我不知道。不要让我生气，否则你会死得很难看。侯爷，婢子真的不知，婢子只是个下人，怎么会知道主人们的事情？哼！前几天我亲眼看到你深夜从角门溜出，你做什么去了？那是奶奶让婢子替她传递消息。哦。婢子所言句句事实，求侯爷开恩，饶婢子性命。你是如何替你们奶奶传递消息的？每次奶奶写好纸条，婢子潜出府去，将纸条放在江畔兰心亭的栏杆之下。兰心亭？就在浔阳江畔的石滩上。看来你不是主谋之人，侯爷便不难为你。这样吧，我写一张字条，你立刻送往江畔的兰心亭。是。小云，正是，她是薛青林的夫人，听口气好像是黄国公的后人。2年前潜入侯府，似乎是要找一件什么重要的物事。找一件重要的物事？听他们的对话，好像是的。他要找的，与锦娘要找的，会不会是同一样东西？大人，您说什么？没什么，只是想到了一些别的事情。元芳啊，这个情况很重要，有助于我们对整个事件的判断。你继续说下去。本来我想出手相救，可转念一想，而今的局势尚不明朗，还是不要打草惊蛇。你说的很对，不能意气用事，破坏大局。元芳，明日你3探平南侯府。是。
狄大人，狄大人，哎，起来，快起来！永忠啊，你我之间就不必拘礼了啊！怎么，你这位县令大人亲自上阵呐？大人，您看看，这都是被平南侯府欺诈过的武平百姓，情形真是令人发指啊！是，小小的武平县，就因为出了个平南侯，竟使百姓遭难，不知皇帝看到会作何感想？大人，昨日您的钦差大令一下，可真是大快人心呐！平百姓拍手称庆。哎，他们应该感谢你这位青天大老爷啊！自永忠一到武平，就蒙大人指点，这一桩桩一件件，还不都是大人之功啊！林县令勤劳公事，深受百姓爱戴。温大人，你手下有这等好官，也算得上是江州之幸了。大将军说得好，温开深有同感呐。事务繁忙，卑职就不陪各位大人了。好，快去忙吧。啊。大哥，老五啊，怎么样？想出办法对付这帮恶贼了吗？大哥，小弟已经定下巧计，引诱杀害4哥和6弟的凶手上钩。今夜在江畔的兰心亭中，我就要让他们以血还血。啊，太好了！需要哥哥做什么？大哥，狄仁杰可能已经发现您身在武平。什么？因此您绝不能露面，就待在府中静候佳音吧。此事一过，马上返回荆州。快，走，怎么样？走，快，走。小云，今天夜里所有的恩怨都会了结，你也就彻底解脱了。说的不错，我当然会解脱，可你却永远不能。来啊，在，带夫人下去梳妆更衣。是。你慢慢的走到兰心亭中，背向栈道而坐，不许动，不许回头，也不许出声，否则立刻射死你，明白吗？你们这是白费心机，我的人绝不会上当。少废话，过去！哎，快呀，快！快点！快！什么时候了？你是出更头了？老五，大老爷，您的茶。好了，放下吧。是。你们侯爷回来了吗？还没有。好了，去吧。
还没有动静，不会走漏风声吧？放屁！事前只有侯爷和我知道，谁会走漏风声？小的斗嘴。哎，师爷，您看那边。准备。怎么停下来？放箭吧，射死他！不可能了，再等一等。只要他们进入厅中，立刻放箭。是。快跑！有埋伏！啊，老五。啊？哎，你是谁？究竟是谁？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只要知道自己马上就要死了，这就足够了。真的是你！哎呀，真想不到，你竟能够听出我的声音。你好狠毒！既然你已经听出了我的声音，那就不必隐瞒了。其实，我是怕你伤心才穿成这样。为什么？其实，在这20年当中，我时时会感到心惊肉跳。你们几个活在人世上，实在是太危险了。对于我来说，永远都是个威胁。一旦有一天，你们将20年前我们做下的那桩事情说出去，那我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终于，我等到了这个机会。现在我总算可以放心了。大哥，你好好的去吧。每逢忌日，兄弟会给你上炷香的。哈哈。
你去吧。哎，来人呐！怎么了？侯爷，您回来了？回来了，哪有刺客？啊？怎么，侯爷没看见？我看见什么？刺客呀！哎呀，这里只有我跟大老爷2个人，哪来刺客？可小的们听见有人高喊有刺客，这才进来瞧瞧的。是啊，哎，怎么不是你们喊的？是院子里有人喊叫。啊？院子里？正是。哎呀，好了，我与大老爷在此叙话，尔等再也不要进来罗造，明白吗？是，还不退下？是，快退下！来人呐！来人！快来人！有刺客！又是谁呀？快来人！要不进去看看？还进去？刚刚就挨了一顿臭骂，再进去还不得打板子？走！该死的奴才，没听见本侯叫喊吗？你们为什么不进去？刚才侯爷吩咐他，要小的不准进去裸走。你们，哎呦，一群该死的废物！大老爷让刺客给劫走了，快给我搜啊！是，快搜！大人，远房怎么样？大人，果然是薛青林。你亲眼看到的？正是，卑职亲眼目睹了整个过程。冯万春倒在了薛青林的铁锤之下。真的是他，怪哉！大人，您说什么？啊，冯万春呢？身受重伤，卑职已将他带回府中。走，去看看。啊，大人，这就是冯万春。心脉震损，以致吐血不止，伤得很重啊。元芳，当时的情形是怎么样的？卑职当时正在府中查看，忽听东厢房传来一声大叫：“来人呐！有刺客！快来人呐！抓刺客！”怎么，侯爷没看见？我看见什么？刺客呀！哎呀，这里只有我跟大老爷2个人，哪来刺客？可小的们听见有人高喊有刺客，这才进来瞧瞧的。事情就是这样的。他为什么处心积虑、大费周章，一定要除掉这几位异姓兄弟呢？以卑职看来，薛青林与冯万春等人之间一定隐藏着巨大的秘密，一定要救活他，否则此事永无大白之日。快点！啊！侯爷啊，全是咱们的人。都死了！怎么都死了？快点，往里边看！
怎么回事？这究竟怎么回事啊？啊！侯爷，你来看呐！哎！张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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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哎，他还活着！张毅，张毅，你醒醒，你醒醒！是侯爷。张毅，这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们早有准备啊！我们中了埋伏。哎，他们是什么人呢？废物，都是废物！侯爷，这怎么？闭嘴！是谁？是谁？啊！有种的给我出来！出来！侯爷，现在怎么办？报官吧！不，放你娘的官！你怕老子不死啊？你们去看看，府中还有没有活着的人？快去！是，把他放下！快，把他放下！快走！还有活人吗？是谁？
是谁？谁呀？啊！你是谁？你是谁？有种的站在我面前来！我要宰了你，宰了你！出来！出来！我薛庆林是侯爷，谁也不怕，谁也不怕！我薛庆林是侯爷，皇帝亲封的侯爷。我薛庆林是侯爷，皇帝亲封的侯爷，我谁也不怕，谁也不怕。啊！是你？统领。统领。统领，你的伤不要紧吧？放心吧，我没事。你们退下。是。今日我率人扫荡了平南侯府，搜遍了每一个角落，也没有找到那封信。什么？扫荡侯府？是啊，若不是你的身份暴露，我也不会行此下策。是属下无能，卧底2年，未能完成任务，请统领责罚。好了，这也不能怪你。看来那封信并不在薛青林的手中。我也这么想。在侯府2年时间，所有的地方都查过，最后才发现了那间暗室。我先后2次潜入，找遍了暗室中的各个角落，就没有发现丝毫踪迹。你知道，薛青林是个极端自负而又多疑的人。如果信真的在他手里，他是绝不会将信藏于别处的。统领，有句话，不知道该不该问。你说吧。这封信究竟存在不存在啊？这一点我也说不好，但上面说有，那就得找到。依我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杀掉薛青林。此贼一死，信的事便不了了之。解决薛青林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要尽快找到那封信。在此之前，薛青林绝不能死。为什么？这还不明白吗？只要姓薛的活着，早晚有一天我们能够查到信的下落。可一旦他死了，线索便彻底断绝。找不到信，你想想，上面能饶得了咱们吗？小云，你再仔细想一想，还有没有别的可能？别的可能？锦娘！啊！
你是说那封信落入锦娘的手中？很有可能，否则以薛青林的身份和地位，区区一个小丫头，怎么值得如此大动干戈？这个锦娘现在何处？不知道啊。据薛青林说，是逃走了。不好，不好！这是我最担心的事情。小云，事不宜迟，一定要尽快查出锦娘的下落。是。统领，还有一件事我想问一问。你说。你是怎么知道我落入了薛青林的手中？哎，不是你在兰心亭中留字，将薛青林的计划告诉我们，我这才连夜安排兰心亭和平南侯府两路并进啊。我留的字？难道不是吗？昨天我夜探后堂，被薛青林所擒，一直关在暗室之中，并不知道薛青林的计划，更不可能到兰心亭中留字啊。什么？那字条不是你留的？当然不是。啊？字条在哪？是谁？这张字条是谁留下的？好了，别的先不要管了，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找到锦娘。是。走，停尸房那边看看这。别去了，挺瘆人的。瞧你那点胆儿，走吧。有火光。这怎么没有人呢？可刚刚明明看到里面有火光的。兄弟，别是闹鬼了吧？你别吓我啊！
去叫人了，那你可快点回来啊！哎呦，知道。谁？你是谁？我是鬼。老鬼了！快来人呐！老鬼了！快来人大人，大人，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听师傅闹鬼了。闹鬼？是啊，我们亲眼看到的。走，去看看。是。怎么样，大人？性命已无大碍。你们要细心维护，有事立刻向我禀报。是，请大人放心。我们走吧。元芳，你对此案有什么看法？卑职以为，应该可以定案了。说说你的想法。从今晚卑职在平南侯府中亲眼目睹薛青林击杀冯万春之举来看，已经可以定论：发生在江州馆驿的黄文月被杀案、武平平阳客栈葛斌被杀案，以及江中渔舟之上的张吴被杀案，凶手并非黄国公李矮的后人，而是平南侯薛青林。据现在我们掌握的证据来看，确实可以这样讲。黄文月、葛斌等人与薛青林的关系极为特殊，他们都是20年前构陷黄国公的元凶巨恶。而薛青林呢，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欲将这5人除去。于是，他暗入江州，潜入馆驿，先下手除掉了黄文月，为的是引冯万春4人来到武平，而他则在这里巧布机关，将这4人一一除去。作案过程中，他巧借20年前黄国公的冤案，欲将我们引入歧途。一切都若合符节，似乎是无懈可击呀。现在要弄清的，就是薛青林的动机，他究竟为了什么原因才会设此毒计？这件事情，只有等冯万春苏醒后，才能问出根由。元芳，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大人，您说什么？你亲眼看到了薛青林身穿黑斗篷，以铁锤击伤了冯万春，因此你断定这个连环血案的杀手就是薛青林。不错。不管从道理、情理还是法理上讲，这都是没错的。因此，我只能问你，相信自己的眼睛吗？您的意思是？有时候，
眼睛也会欺骗你。可是大人，如果连自己亲眼见到的事情都不能相信，那还能相信什么呢？当然是心。只有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判断，才是正确的。在这之前，我们多次谈到过武平县中的多股力量。是的。那么你想一想，这几件血案有没有可能是这几股力量同时交汇于一点时发生了重合呢？大人，您的意思是，凶手可能不是同一个人？虽然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却没有任何佐证，也没有迹象可以显现啊。这也只不过是一种推断，结果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什么人？是我。如燕呢？干什么呢你？半夜里蹿高纵低的，练功啊？大半夜练功，你是不是觉得我脑子坏了？啊，锦娘又行动了，是吧？你真是神了，闻声而知秋至。不错，刚刚锦娘偷偷潜进了县衙之中。县衙？正是，她跑到县衙的停尸房中，在父亲吴四的尸身上不停地翻找。哦。从昨天下午的小蒲村，到今天夜里的停尸房，她都在重复着同一个动作。我真是想不出，她到底在找什么。锦娘现在何处？已经回到房中了。哦，对了，我还抓到2个监视锦娘的侯府家奴。现在哪里？现已交于李朗收押。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与平南侯府有关。这是巧合，是偶然，还是……大人，记得您曾经说过，世间之事，真正的偶然是很少的。是啊，我想锦娘与江州、武平连发的血案定有某种内在的关联，只是我们现在还无法将之勾连起来。你们看到了吧？而今的武平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表面平静，水下却涌动着巨大的暗流，因此一切都是未知之数。岳芳，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你命张环、李朗率前宁卫持钦差大令，拘传薛庆林到府。是。解铃还需系铃人呐，一切都要从他身上入手。如燕姐，锦娘，一个人睡觉害怕了。从9岁起，我就不知道什么叫害怕了。如燕姐，一个人在不知道害怕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是说不出的孤独。我知道你有很多问题想问我，你问吧，只要是我能回答的，都会告诉你。锦娘，我并没有什么要问你，可能你自己并不觉得，最近你的情形很糟糕，也很可怕。我只想告诉你，一定要好好休息。如果再这样下去，你会疯掉的。今天你就睡在我这儿吧，咱俩算一个被窝，怎么样？那我先占个好地方。行。
薛青林何在？卑职等奉大人军令，拘缠平南侯薛青林到府，然卑职率人赶到，发现侯府已被人血洗，上下400余口全部身亡。什么？薛青林呢？被杀死在后堂的暗室之中。卑职已命钦差卫队将平南侯府团团围住，请大人前往查查。拜驾平南侯府。如烟姐，怎么了？睡不着了？走，我们到外面透透气。走。锦娘，想说什么？说吧。如烟姐，如果我告诉你，我已经是薛青林的人了，你会嫌弃我吗？你在说些什么呀？还记得上次你问过我是怎么逃出平南侯府的，对吗？是的。其实我根本不是逃出来的，是我自己偷偷跑出来的。你不是说薛青林对你强行非礼，你抵死不从，这才逃了出来吗？骗你的！早在几个月前，我就把自己交给了薛青林。你说什么？其实他对我很好，可这是为什么？当然有目的，但我不能告诉你。我理解。你知道，一个女人出卖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感觉吗？如烟姐，你知道我现在最想做的是什么吗？死。可我偏偏不能死，因为还有一些事情没有做完。刚到你们身边的时候，我感到自己来到了另外一个世界，那么温暖，那么快乐，真好啊！你知道吗？那时候
我连死的念头都打消了。我想，如果能够永远跟你们在一起，该有多好！好了，锦良，不说这些了。如烟姐，我答应你，等事情结束，在我死之前，一定会把所有的都告诉你。傻丫头，你不能死，你还年轻。他是死在别处的。啊！凶手用钢刀刺入他胸口的一瞬间，薛青林用双手死死地抓住了刀刃，这才致使他的手上有一条刀口。一般情况下，人死之后肌肉关节僵硬，抓住东西是不会松开的。然而现在你们看到了，他的双手下垂，这就说明凶手是在别处将他杀死，而后才拖进暗室的。还有，这件黑斗篷上干干净净，并未沾染丝毫的血迹，可以断定是在薛青林死后，那个凶手才将黑斗篷披在他的身上。凶手的目的很明确，那就是要让我们看到那个屡屡出现在江州武平的连环杀手黑斗篷，就是平南侯薛青林。大人，就李将军昨夜在平南侯府所见薛青林锤击冯万春那一幕来说，这一点应该是可以肯定。卑职也是这么认为。啊，永忠啊，在。你马上命人将薛青林的尸体运往我的下处。是。哦，走吧，我们到别处看看。啊。快点，来这边。好，来，这里还有2具尸体，赶快搬走，快点，搬走。是，手脚麻利点，快点，走，快搬走，走。好。大人，您发现了什么？这榻甚是怪异。大人，这就是冯万春居住的东厢院。
大人，您似乎对这些榻很感兴趣。怎么，你不觉得这些床榻都很奇怪吗？阁老，这榻有什么奇怪？这屋内为什么会凳倒桌翻，如此凌乱呢？像是因为曾经发生激战，所以将桌椅撞倒。不错。如果说桌椅板凳这些小件物事有可能被撞倒，那么这张如此沉重的榻床怎么会倒翻过来？这样一张巨榻，就是撞，也顶多是将其撞歪，怎么会彻底的翻转过来呢？而且刚刚你们都看到了，正堂和后堂也是如此情形。元芳啊，不是我对这些榻感兴趣，而是血洗侯府的人对之情有独钟啊。不错，这些榻确实不是被人撞翻的，而是特意将它倒转过来。能够看得出，血洗侯府的绝不可能是一两个江湖人物，而是一支训练有素的队伍。这样一支队伍，怎么可能在杀人之余莫名其妙地将这些床榻倒转呢？刚刚我仔细地看过府中所有翻倒的桌椅，有的是因为打斗致其捣碎，可有的则是和那些榻同样的情况，是被人特意翻转过来。比如说我面前的这张桌子，你们想一想，这屋中之人要怎样的打斗，才能将这样一张桌子撞得四脚朝天呢？是啊，确实不太可能。如果说是撞击所致，桌子顶多会侧翻于地，不会仰面翻倒。而且，看整个屋中的状况，似乎只有这门前死过一个人，其他的地方并没有战斗过的痕迹啊。非常准确。可以说，这房间中的桌椅床榻全部是被人故意翻倒的。可这是为什么呀？只有一种解释，他们在找东西。找东西？一语中的。可他们在找什么呢？元芳，小云在找什么？大人，您是说血洗侯府的是小云的同党？走吧，我们到小云的房中去看一看。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那里定然是一切如常。这这里的情形真如大人所料，小云是他们的同伙，因前侯府之中作为内应，因此他的房间是不必搜查的，所以我们看到的才是另外一番景象。阁老，您真是神人也。我早就说过，世上是没有神人的，一切正确的结论都是通过细致的观察和精谨的分析得来的。是啊，现在我们已经可以肯定，血洗侯府者乃是小云的同党，目的很清楚，那就是救出小云，查找藏于府中的一件重要物事。不错，这一点可以确定了。元芳，前天夜里你夜探侯府，看到了小云被抓的全过程，对吗？是的。记得你曾经这样对我说过，
说句实话，每一个发配到岭南的李姓后人，对你薛青林都是食肉寝皮之恨。可惜我小云无能，无法报家族大仇。姓薛的，你想一想，我会让你就这样容易的死掉吗？是这样吗？正是。如此说来，此案便产生了2个疑问：第一，如果小云真是李氏后人，前进侯府寻找那件重要物事是为了报仇，那么此事就奇怪了。你们亲眼所见，这些人具有何等强大的攻击能力，他们有什么必要一定要靠一件物事才得以报家族大仇呢？不错，就这些人的攻击能力来看，只有蛇灵杀手才可与之相媲。不错，我也正好想到了蛇灵。歼灭蛇灵的战役，你2人都亲身参与。你们想一想，如果把小云一伙换成萧清芳手下的蛇灵，想要杀掉一个小小的薛青林，真可以说是易如反掌，不费吹灰之力。是，这一点毋庸置疑。好，接下来是第2个疑问：如果真如小云所说，他们不愿意让薛青林如此轻易地死掉，却为什么要行此血洗侯府、杀掉薛青林之举呢？也许是因为小云被擒，身份暴露，他们才万不得已行此下策。有道理。那么，既然大仇已报，他们为什么还要东翻西找，寻找那件物事呢？是的，此事确实有些说不通。其实，只要你换一种想法，便可以说通。哦，请大人明示。那就是血洗侯府和杀掉薛青林的是2路人马。2路人马？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说小云一伙是李姓宗嗣，他们来到武平也绝不仅仅是为了报仇这一件事。这些人之所以要留下薛青林的性命，定然是另有深意。因此，昨夜他们血洗侯府的目的，不过是为了查找那件重要的物事。我敢断言，当时薛青林定然不在府中。待小云一伙离开后，那个真正的凶手才悄悄地潜入进来。待薛青林回府，这才下手将其除掉。大人，这也太匪夷所思了吧？那个凶手怎么会知道小云一伙血洗了侯府？这里面定然还有隐情。大人，永忠，大人，怎么了？在正堂内找到了一个幸存者。哦，衙役们以为是死尸，将他抬出门去，不料此人竟发出了声音。走，去看看。走。就是他。还有救吗？大人，我夜探侯府的时候见过他，好像是薛青林的师爷，或者管家。他还活着，马上施救，抬走。是。大人，大人，刚刚弟兄们搜查侯府后花园，发现一个地窖，打开一看，里面藏着几十名丫鬟妇孺，还有薛青林的几位夫人。哦，那些妇人说，昨夜薛青林离开侯府之后，什么？薛青林昨夜曾离开过侯府？正是。薛青林真的不在府中？你继续说吧。他走之后，来了一群黑衣人，将府中的家甲全部杀死，将老弱妇孺、仆婢、丫鬟捆绑之后，押进地窖之中。看来这些人还不是滥杀无辜之辈。大人，我真是服了，一切都如大人所说。永忠啊，在。侯府中的妇孺就交由你来处置。是。走。是。大人，大人，怎么了？江畔兰心亭附近发现了数十具平南侯府家奴的尸体。哦，走，去兰心亭。走。
锦娘如燕姐，这么早就起来了，睡不着。如燕姐，我能求你个事儿吗？嘴还挺甜，说吧。整日待在府中，实在是太闷了，你能不能陪我上街转转？上街啊？啊，不行就算了，反正也无所谓。好，我陪你去。真的？如燕姐，你真好。哦，陪你上街就好，不陪你肯定就是不好了。都好，如燕姐就是我的亲姐姐。走吧，走。卖鱼啦！新鲜的鱼啦！看看啦，卖鱼嘞！大家都把眼睛放亮着呢，看仔细，千万别放过可疑的人。放心吧。哎，卖鱼的，你站这儿干什么？还不赶紧烧水，把盘子碗洗干净了，听见没有？卖鱼的。哎，干什么呢？叫你呢。哦，怎么？你买鱼？哎，哪有你这么做买卖？我这嗓子叫破了，您都不答应，还以为你是个聋子呢。嗨，你多包涵，刚出来做买卖，对生意不熟。你要鱼吗？是啊，你这鱼什么价钱？你看着给吧。嘿，哪有这么做生意的？我说1文钱1斤，你能答应？嘿，你，哟，这不是如燕姑娘吗？小二哥，最近生意不好啊？嘿，狄先生不来照顾了，也没有鱼斤了，你说我这生意能好得了吗？你还记得以前的事儿呢？哎呀，真没想到，狄先生那是钦差大人，可真神了呀！那天他老人家在县衙门口当着所有武平人拍小的肩膀，是吗？还说下回让小的给他烹鱼吃。嘿，打那以后啊，我这店里算热闹了，从早到晚不闲着，吃饭都得排队。您说神了没有？每个吃饭的都要吃鱼。小二哥，你生意兴隆，回去我一定要告诉叔父。哎，你得请我们白吃一顿。哎呦，这可没问题。钦差大臣要是光临小店，那是给小的脸。别说一顿，吃穷了，小的都愿意。好啊，就怕你是说嘴，到时候舍不得。打死小的也不能那么奸呢。好，这话可说定了。到时候我要吃鲢鱼头、青鱼尾，桂鱼的肚子、草鱼嘴。没问题。啊，小二哥，这鱼你倒是买不买啊？买，你急什么你？哎，如燕姑娘，要不这么着，今儿中午您就别走了。您也瞧见了，鱼是现成的，我给您好好做一顿，您看怎么样？小二哥，今儿可不成。要不这样吧，我给你留个字儿，等鱼做好了，你给我送家去。得嘞，您真给面子，里边柜台上有纸笔。好嘞。哎，这鱼呀，你给我挑最新鲜的，连头带尾，这不蹦的都不行，你听见没有？您自个儿挑吧。小二哥。哎。写好的条子给您留柜上了。行嘞，您就请好吧，如燕姑娘，您慢走。好，多谢。您慢走。再见。慢走。再见。走。哎，你上哪儿去？鱼没挑完呢。行了，送给你了。哎，这可真邪了，这天上还真能掉馅饼。跟上卖鱼。如燕姐啊，那位救过我性命的林县令在衙门里吗？不知道，咱们过去问问吧。我想当面叩谢他的救命之恩。好，走吧。云姑娘，动手吧！不，锦娘身旁那个女的是高手，一击不成，我们会很被动。这样，你们先回去，我一个人跟踪，只要找到他们的下落，就有办法。快去吧。是。上下，请问林颖忠林大人在吗？不在，和钦差大人出去办案了。傻丫头，这也用得着不高兴啊？要找林县令还不容易。那天他再到府中问事，
我告诉你不就行了？好吧，也赚够了，咱们回去吧。走。元芳，有什么发现？大人，这剑是军中专用的。军中专用？是的，此剑名叫双钩青羽剑，剑头处有2个小铁钩。这种剑专用于左右位、左右威位、左右阴阳位、左右鲍涛位、左右羽林位、左右武位这皇帝12位的军中。牵牛卫也配发此剑。那有没有可能散落民间？您知道，军中用剑要求很高，而且非常昂贵，由专门的剑械局负责打造，不可能散落到民间。元芳，看着滩上的情形，定然又是小云一伙所为。啊，难道说小云一伙是军中之人？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这样吧，你命令卫士清理现场，我们回去。是。改天我再陪你。如燕姑娘。什么？他在钦差大人的府里？正是，幸亏白天在街道之上，我们没有莽撞行事。不好，不好！而今薛青林已死，锦娘又落入狄仁杰手中，我们的处境已经非常被动。一旦再让锦娘逃脱，密信便不知所踪。到那时，上峰怪罪下来，你我会死无葬身之地。你说锦娘会不会将信交给狄仁杰？看目前的情形，应该还没有。然而事成其火，现在什么样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时不我与啊！因此锦娘的事一定要快，迟则生变。要不，今夜我率手下暗进狄府，将锦娘劫出来。绝不能在狄府动手。此事我要好好的想一想，谋定而后动，否则很难逃过狄仁杰的眼睛。哦，抬下去吧。是。啊，去吧。是。大人啊，我们询问了平南侯府的丫鬟，他们说那个幸存者叫张毅，是薛青林的贴身师爷。师爷？刚刚张环来报，说张毅已经醒了。好，太好了。叔父。如燕啊。叔父，元芳。是不是锦娘又有什么动静？那天我们的怀疑已经得到了证实，
他根本不是因为薛青林强行非礼而逃出侯府。早在几个月之前，他便为了一个不可告人的目的，将自己的贞操交到了薛青林这个恶棍的手中。这个可怜的孩子，昨晚说起此事，哭得像泪人一样。看来他和小云一样，都是潜入侯府的卧底，只不过这二人是各为其主。以我的判断，他们两个人要找的应该是同一样东西。元芳，我们去见见张毅，也许从他的口中能得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这位就是钦差大人。谢大人救命之恩。张毅，你是侯府的师爷是吗？正是。薛青林被杀之事，你应该已经知道了吧？是。刚刚那位张环将军已经告诉小人了。平南侯薛青林平日为非作歹，欺压良善，恶迹斑斑。即使他不死，恐怕也难逃恢恢法网。你作为他的师爷，恐怕也没少协助他做那些暗昧欺心之事吧？而今你既大难不死，就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将侯府隐恶从实道来。否则一旦处之以律，而便是死路一条。是，大人，我一定实话实说。我来问你，昨天夜里侯府之中的血案是怎么回事？回大人的话，昨夜小的不在侯府之中，是后来被薛侯爷救回去的。当时你率人在碎石滩埋伏，是吗？正是。昨夜碎石滩发生了什么事？大人，我们夫人小云的事，您都知道吧？您可能也知道，他们是黄国公的后人。被擒之后，薛侯爷欲以他为引，用幕后主使之人上钩，于是他命小云的丫鬟兰香到兰心亭传信。信中以小云的口气说，已经找到了那封信，约在第二天午夜到兰心亭见面。第二天午夜，你将小云置于亭中为饵，自己则率领家奴四下埋伏，而薛青林则是先留在府内，下手除掉冯万春，而后再赶往兰心亭与你会合。大人，这件事你也知道？你继续说吧。是。侯爷的如意算盘打得好，可没想到。快跑！有埋伏！放箭！走，过去看看。走，是。快，仔细搜查。快！事情就是这样，太可怕了。小人从来没有见过速度如此之快的杀手，不到1刻钟的功夫，亭子中的10几号人便全部被杀，小人也身受重伤。看起来这些黄国公的后人还真是不简单呢。真没想到，这些李氏余党竟有如此强大的实力。小人重伤后逃出兰心亭，本想率剩下的人逃走，
可谁料想，对方埋伏的弓箭手竟从水下钻出，小人只听到弓弦阵阵和羽箭的破空之声，剩下的几十人转眼便全完了。唉，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最后连侯爷自己的性命也搭进去了。张毅啊，你将小云进府前后的情形详详细细对本阁讲上一遍。是大人。这个小云是2年前嫁入侯府的，很得我们侯爷欢心。可半年前，侯爷忽然对我说，小云经常在他的茶中下入迷药，命我暗查究竟。小的奉命跟踪，发现他经常趁侯爷熟睡之际，暗查府中的各间房舍。他在找什么？后来小人从侯爷的口中得知，他在找一封密信。什么密信？据侯爷说，那是一封梁王写给他的信，具体什么内容就不太清楚了。关于这封密信，薛青莲还说了些什么？前几天侯爷曾说，20年前黄国公案后，梁王传信严令他将信焚毁，可他为了救命，才将信保留了下来。救命？你说他是为了救命才将那封密信留下来的？侯爷是这么说的。他还说了些什么？他说2年前在州城吃醉酒，将此事说了出去，被人密奏皇上。他似乎很害怕那封信落入皇帝手中。据他说，只要皇帝看到那封信，那他定然是难逃一死。那封信现在何处？小人不知。张毅，我劝你还是实话实说，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小人真的不知。好吧，我给你提个醒，锦娘逃出侯府的时候带走了什么？也罢，既然大人什么都知道了，那我也就不必隐瞒了。不错，确实是锦娘将那封信盗走了。果然如此啊！原来大人是在诈我。我还是那句话，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尚可开脱，否则天威降临，你便是死路一条。是。锦娘是如何将那封信盗走的？我听管家杜二说起，他用酒将侯爷灌醉，而后潜入后堂的暗室之中，从暗格里面取走了那封信。具体经过是怎样的？大人，小的虽是师爷，但并不是任何事情都管。这件事是由管家杜二经办的，小人所知也仅止这些了。好吧，对锦娘你还知道些什么？锦娘是1年前侯爷从小蒲村抢来的，本想纳为侍妾，却因夫人小云的搅闹而作罢。但是自从她进府之后，侯爷天天与她一起厮混。唉，真没想到锦娘竟会做出这种事情来。我问你，薛青林与冯万春、张贤公等人是什么关系？侯爷对此事也讳莫如深，从不提起。若不是此次冯万春4人前来武平，我们根本不知侯爷还有这4位朋友。那我问你，杀死黄文岳、葛斌、张贤拱、吴顺的是不是薛青林？反正侯爷也死了，我就说实话吧。是的，就是他。那他是怎样动手的呢？大人，小的要是说了实话，您能不能免小人一死？只要你老实交代，这一点我可以保证。那我就实话实说了。黄文岳、葛斌、张贤拱、吴顺这4宗血案，
都是我们侯爷亲自做的，而且小人一直从旁协助。哦，正是。我记得杀黄文月时的情形是这样的。这位先生，您找谁啊？我想求见原武平县令黄文月大人。哦，请您跟我来。有事吗？黄大人，有人找。啊，黄大人，张毅，是你呀！啊，你怎么来了？侯爷让我把这封信交给你。这……啊，那小的就告辞了。好。小人走后，侯爷下手将黄文月杀死。如此说来，那个在平阳客栈中引走店小二，是刺客潜入店中的另一个黑斗篷，以及在返回江州的夜船之上假扮渔夫，诱张吴二人上船的人，就都是你喽。大人，这些您怎么会知道？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我来问你，薛青林为什么要杀掉这5位拜把兄弟？小人只知道20年前他们6个人共同做过一件什么事情。我们侯爷一直担心另外5人会将他的秘密泄露出去，因此才要杀人灭口。可是具体是什么事情，小的就不知道了。元芳啊，看来这一次你是对的。那个神秘的刺客黑斗篷就是薛青林。大人，我们在张显拱和吴顺死亡现场的船头踏下2个鞋印，可以给张毅拿来比上一比，以为佐证。不必了，张毅之言应该不差。他今天晚上说的很有价值。首先，我们确定了那个在江州和武平连犯血案，到今天悬而未决的神秘凶手黑斗篷就是薛青林。其次，我们确定了小云和锦娘共同寻找的那件重要物事，乃是一封密信。第三，我们知道了锦娘已经将这封密信盗走了。依大人前日所说，武平城内隐藏多股力量的推论，小云一伙肯定是其中之一，而锦娘则代表了另外一路人马。他代表的这路人马虽然不像小云一伙那样强大，但这些人行事精谨缜密，不露丝毫破绽。迄今为止，除了锦娘之外，他们尚未露出任何马脚，所以这些人不容小视啊。而今我们发现的2路人马，竟同时指向了那封密信，可见此物在本案中的作用。你说的非常正确，这封密信才应该说是本案的真正核心，我们一定要找到它。照张毅刚刚所说，那封密信应该在锦娘手中。从近日锦娘的表现来看，恐怕这封信并没有在她身上。哦，何以见得？你想一想，如果信真的在她身上，她还会屡屡出府四下寻找吗？您是说，锦娘这几天的异常举动，是在找那封密信？难道不是吗？除此之外，还有什么
会令他如此焦虑呢？他明明已将密信道出侯府，怎么会？元芳，明日我们到小蒲村走上一趟。是。站住！哎，是如燕姑娘让我来送鱼的。以何为凭啊？我有字条。字条呢？哦，我忘带了。那就回去拿去。哎，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轴啊？要不这么着，你将如燕姑娘请来，我们当面对质。我要是说瞎话，你打我板子。那不行，没看见我在值上吗？哪有功夫替你通禀？你，行，你是大爷，耽误了大事儿，看你是大爷还是你的屁股是大爷。等等，等等，小二哥。如燕姑娘，您让我来送鱼，可她不让我进。我请她代为通禀，她也不去。您说气人不气人？小二哥，您别生气，委屈你了。你是自己向这位小二哥赔罪呢，还是要我将此事告诉你们军头张环呢？小二哥，对不住啊，对不住啊。今后你们要小心在意，误了大事，小心屁股开花。是。小二哥，随我来吧。是。来，小二哥。哎。这边。小二哥，可真有你的。您交办的事儿，咱敢不办好吗？来，拿着，算我请你喝酒。哎，不，哎，我可不能要您的钱。要不这么着，如燕姑娘，您要真想感谢我，那就什么时候光顾我们小店吃顿饭，这就是对小的最大的赏赐了。好，我答应。白吃饭，我最愿意了。好嘞，那我随时恭候您。好。哎，齐了，小的告退了。谢谢你，小二哥。哎。大娘啊，大娘！哎呀，先生，你们找谁呀？哦，我们是县里的县尉，到这里来了解一下情况。哎呀，老婆子给大人磕头了！快起来，快起来！这里不是吴四的家吗？是啊。那你是吴四的什么人呢？哎呀，老婆子娘家姓胡，是吴四的近邻。从前呐，吴四鳏寡孤独，就是我们这些街坊邻里轮着法儿的照顾他。哦，鳏寡孤独，他不是有个女儿叫锦娘吗？哎，锦娘啊，不是他的亲生女儿。锦娘不是吴四亲生的。是啊，2年多前，就像今天，我替吴四看屋子。哟，丫头，你坐这儿干什么呀？大娘，可怜可怜吧，好几天没吃饭了，能不能给口吃的？你叫什么？我叫锦娘。哦，你等着，我给你拿去啊。哎。后来吴四回到家，看见锦娘非常喜欢，自己又无儿无女的，便求我们几个人立个保，将小锦娘收做了女儿。哦，原来是这样。那锦娘是怎么到的平南侯府呢？哎呀，大人呐，您知道我们小蒲村离平南侯府最近了，那些天杀的进进出出的都经过我们这里。1年前，我和锦娘在井边洗衣服。人来了，快跑啊！哎呀，不好
走了！平南侯府那帮天杀的来了，快躲起来！快呀！哎呀，锦娘，你怎么还不走啊？我又没犯法，为什么要躲啊？哎呀，好闺女，你不知道他们的厉害，快走啊！我不。侯爷，你快！好，这个啊，叫什么名字？我叫锦娘，是本村的？正是，我是吴四的女儿。多儿在，带走。是，带走。你们干什么呀？你们要干什么呀？锦娘，你们干什么呀？哎呀，也怨锦娘逞强好胜，不知厉害，就这么着被薛青林抓进了府里。吴四闻讯到侯府要人，却被臭打一顿给抬了回来。自此，锦娘就住在侯府之中，听说给那个不得好死的侯爷做了丫鬟。哦，那他是什么时候又回来的呢？10多天前的一个夜里，老吴四突然到我家来说锦娘回来了，要我帮着弄点吃的。锦娘，爹，这儿住不下去了，咱们赶快走吧。可是，哟，现在锦娘，你怎么回来了？我是逃回来的。爹，你赶快收拾东西，咱们马上离开。好，我去。哎，我怎么你们要走啊？我从平安侯府逃了出来，这里是活不下去了。今后家里就求您多照应了。哎，你放心吧。锦娘，收拾好了，爹，快走吧。走，往哪儿走啊？锦娘，侯爷待你天高地厚之恩，你为什么要私自逃离侯府啊？我是来看我爹的。是他来看我的。看看你爹，还用得着收拾行李？好，我跟你回去，但你不要把这事儿讲给侯爷听。哼，这怎么可能呢？哼，我记得昨夜睡前，侯爷曾对我说起，后面的账上亏空了几千两银子。他怀疑和你有点关系。什么？想不想让我在侯爷面前替你美言几句啊？也罢，你跟我回府，我不告诉侯爷就是了。爹，我走了。锦娘，你不能回去啊！我会回来的。走，孩子，你不能走啊！孩子，锦娘。第二天早上，吴四说他要上县衙告状，谁知道这一去就没有再回来。当下锦娘也追到了衙门，打那以后啊，就没有了音信。大人呐，这爷俩可真冤呐！现在平南侯府完了，您可得替他们做主啊！大娘啊，您放心吧。锦娘，来，快来！如燕姐，吃鱼了。店小二还真的把鱼给送来了。对呀，咱们一起吃吧。那当然。来，快趁热吃。如燕小姐啊，小姐。哟，狄春啊！啊，你是不是也闻到这鱼的香味了？小的哪能那么柴啊？就是闻到了，也得假装没闻见。不过要是有富裕，留点也行。哦，小姐，林永忠大人来了，他找老爷，我告诉他老爷出去了。您昨天不是对我说，只要林大人到府就来告诉您吗？对呀，锦娘，你不是要叩谢林大人吗？这不来了，赶紧去。太好了。林县令，啊，如燕姑娘。林县令，咱们的锦娘昨日特意到县中求见，要拜谢您救命大恩呐。哎呦，不敢，这些都是永忠应该做的嘛。民女锦娘拜谢大人救命之恩。快请起，快请起。锦娘啊，怎么样，在这里一切都还好吧？非常好。狄老爷和如燕姐待民女就像亲人一样。哦，好啊。
不能再等了，就算孤注一掷，也要试一试。那狄仁杰怎么办？顾不了这么多了，就算鱼死网破，也要尽快找到密信的下落。是。这样，今天夜里你潜入敌府，找到锦娘，一定要问出结果。是，我去准备一下。尤其是后面严加把守。是。大人。啊。元芳，根据今日小蒲村那位老人的讲述来分析，锦娘是2年前才来到小蒲村的，她的目的定然和小云相同，那就是伺机进入侯府盗取密信。而且无独有偶，这2个人选择的方式都是一样的。你刚刚进来之前，我仔细的想过了。锦娘逃出侯府的情形，一定是这样的。锦娘，早晚有一天，我把你扶正，你放心。就是我薛青林的夫人啊！好了好了，来，你躺下，躺下啊！锦娘道出书信回到家中，本来是想携养父吴四一起逃离小蒲村，可是他没有想到的是，被杜二堵在了家中，万般无奈之下，只得答应回到侯府。然而那封密信，他藏在了什么地方呢？交给了吴四。只有这一种解释。杜二来得突然，锦娘没时间自己将信转移，于是，锦娘，收拾好了，咱们走吧。快点，快走。走？往哪儿走啊？
锦娘，侯爷待你有天高地厚之恩，你为什么要私自离开侯府啊？我是来看我爹的。他是来看我的。看看你爹，还用得着收拾行李啊？好，我跟你回去，但是你不要把这事儿讲给侯爷听。锦娘将信交给了吴四，自己跟随杜二回到侯府之中。杜二果然遵守诺言，并没有将他逃离侯府之事告知薛青林。可是没有想到，杜二虽然没有讲，其他人却将此事告发。薛青林是个非常多疑的人，听说此事，他立刻想到了那封信。一查之下，信果然不见了。怎么了？一大清早虎着脸。说，信在哪儿？说。薛青林将锦娘关了起来，严刑拷打，逼问信的下落。面对严刑，锦娘抵死不说，并且设法逃出了平南侯府。薛青林发现之后，派人随后追赶，这才发生了第二天4时锦娘投江，我们将她救起之事。叔父，你看，毫无破绽，可以说这是唯一的解释。这第一个问题就产生了：锦娘一个弱小女子，身上又没有武功，她怎么能够逃出薛青林的魔掌呢？会不会侯府之中暗伏着他的内线，趁薛青林不备，将锦娘放走？与我所想一致。那么，这个人又会是谁呢？而今小云一伙血洗了侯府，除张毅之外，所有家奴全部被杀。想要查出这一点，太难了。好吧，我们将此事暂且放下。第二个问题，那封密信究竟在哪里？如果不在小蒲村吴四的家中，便藏在吴四的身上。非常准确。吴四的家中，锦娘已经去过2次，显然没有收获。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信在吴四的尸身之上。这也就是为什么锦娘银夜潜入县衙停尸房，在吴四的尸身上翻来找去的原因。对呀。第三个问题，小云一伙也在找这封密信。你想一想，当他们得知信在锦娘手中，他们会怎么样呢？我明白了，大人。我们的机会已经来了。叔父，叔父，远方，如燕，有什么动静？我找到了小云一伙的落脚之处。哦。整个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好啊，如燕，想不到你连紫阳客栈中的小二哥都发动起来了啊！当时我必须伴在锦娘身旁，无暇抽身。一发现情形不对，我立刻想到要小二去跟踪他们。一来，小二是平常百姓，不容易引起对方的注意；
第二，他对城中的道路非常熟悉。果然，小二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好啊，如燕，你做得好啊！你这位锦娘的保护神真是名副其实啊！啊，元芳，你看到了吗？刚刚我们还说到此事，现在他们已经动起来了。这倒是省去了我们很多麻烦。由此可以看出，他们已经沉不住气了，而我们应该将计就计。叔父，那现在怎么办？来，好，我这就去准备。元芳，我们立刻赶往县衙停尸房。是。大人，这边。哦。走。如燕姐，锦娘，又怎么了？没什么，想到了一些别的事情。如燕姐，你说人死了以后，那边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你这是怎么了？又提起死？我在想，另一个世界一定没有仇恨，没有报复，大家和和美美的过日子。也许我还能见到我娘呢。锦娘，人的一辈子有时候会做一些无奈的事情，但那并不是自己的选择，是命运，是命运的安排。在遇到叔父和元芳之前，我曾经是一个冷血杀手，令人闻风丧胆。你是冷血杀手，可是你现在为什么这么好？有时候我不光觉得你像我姐姐，还像我娘。可当时我也曾有过和你一样的想法，很悲哀，想到自己一生可能都要生活在仇杀和鲜血之中，真是非常绝望。然而命运却做了奇巧的安排，让我遇到了他们。从那以后，我才懂得了什么是爱，什么是正义。于是我做了一个自己都不敢相信的决定，背叛了将我抚养成人的大姐，毅然走进了他们的生活。那时我突然感到一切都不同了，那些自己久违了的，平时不敢提及的人性善的一面，似乎一下子便回到了我身上。那种感觉真好，所以现在我非常满足。不管过着什么样的生活，至少我已经做回自己了。
你知道，死是最简单的，一了百了；活着才是最大的勇气。可是我跟你不同。好了，锦娘，我们今天不说死的事情，好吗？好。这样，我要请你帮一个忙，就是要死，也要等帮完我的忙再死，怎么样？好，如烟姐，你说吧，只要你开口，什么忙我都帮。大人，您在找什么呀？一封信。信？一封很重要的信。查过了，大人，什么都没有。元芳，这鞋垫本来是缝在这鞋壳之内的，看来吴四是把那封密信藏在了这里。您是说，有人将信取走了？你看看这鞋壳里，大人，这是被利器划开的。这就说明有人潜入停尸房，从他的鞋中取走了那封密信。难道是锦娘？绝对不是。你还记得吗？锦娘曾对如燕说，她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完，那是夜探停尸房的当天夜里。不错，这就说明她在停尸房中并没有找到那封信，这才对如燕说自己还不能死。永忠啊，最近县衙之内有没有什么异常情况啊？哦，对了，前天夜里，衙役们说停尸房闹鬼，卑职率人前来查看，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现呢。他说的就是锦娘夜探停尸房的那个晚上。不错，大人，按时间算，正好是前天夜里。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异常吗？没有了。是你。听好，我没有时间和你多说。信在哪儿？什么信？我不想伤害你，也不想探听你们的秘密。但是如果我所料不错的话，你要那封信，不过是想要报仇。现在薛青林已死，信对你们来说还有用吗？你不也是一样吗？那封信对我来说非常重要，因此锦娘，我奉劝你一句，不要逼我。你知道吗？
一旦我们的人认起真来，你们会死得很难看。薛青林就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说吧，信在哪儿？信不在我身上。哦，当时多尔将我抓回侯府，我把信交给了我爹吴四。吴四，他人在哪儿？他已经死了，尸体在县衙的停尸房。如果你敢骗我的话，我发誓会杀了你。大人，他们行动了。好了，你们下去吧。是。小云，怎么样？找到了吗？搜了几遍，什么也没有。看来我们让锦娘给骗了。不对呀，这个锦娘为什么要欺骗我？她现在已经不需要这封信了，而且在我们血洗侯府之后，这些人应该已经很清楚我们的能力。她为什么要为了这样一件已经没有用的东西，给自己惹来杀身之祸呢？我也觉得非常奇怪。哎呀！快点！啊！统领，怎么了？报上当！什么？小云，立刻传令属下人众马上撤出小院。是。统领，不好，小院被钦差卫队团团包围。哇！5年前的曾泰，今日的翁开，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元芳，让卫士出去。你们下去吧。是。你们是内卫吧？是的，卑职申领内卫府阁领之职。从你们血洗侯府、奇袭碎石滩之时，我就知道，你们根本不是黄国公的后人，而是牵牛背参府的内卫。你们的突袭能力，还有所用的双钩青羽剑，都令我触目惊心。联想到皇帝的行为，我终于明白了，皇帝之所以命内卫来到武平，就是为了寻找梁王给薛青林的那封密信。而且皇帝早在2年以前便已经派遣你们潜入到武平县中。阁老所言极是。这封信到底牵涉了什么机密，竟令皇帝如此大动干戈？这一点卑职也并不清楚。2年前蛇灵案破后，
卑职续功右迁江州刺史，到京中吏部申命，皇帝特召卑职进宫。臣江州刺史温开叩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爱卿平身。谢陛下。此次蛇灵一案，你协助敌公击破逆党，功在朝廷，朕心甚慰。全赖天子威灵，敌公指挥有方，臣不过是随马坠镫，略尽职责而已。朕记得你是正圣2年加入内卫的吧？是。知道此次朕为何把你放到江州吗？微臣不知。江州治下的武平县有一个平南侯薛青林，强凶霸道，危害百姓，朕本想除之。然月前朕得到密报，说20年前黄国公谋逆案时，梁王与薛青林有几封书信往来，内中关乎着此案鲜为人知的秘密。而现在薛青林手中还有一封，当年朕听说黄国公是遭他人陷害，因此朕一直想要弄清此事。此次派你到江州，就是为了暗中将密信找到，带出侯府，交到朕手中。至于如何处置薛青林，朕会派朝中大员前往。是。你的一切需求，朕一概照准。明日你就到内卫府领旨便了。臣遵旨。记住，不可惊动梁王，更不能令薛青林察觉。就这样，卑职离京到江州赴任，不想不一到任就知悉您竟然也在江州。我终于明白了，这一切是皇帝早已策划周详的。先将你我派至江州，待你道出密信之后，在就地重新启用我和元芳，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薛青林除掉。皇上正是这个意思。朝中大臣以梁王为首，都是薛青林的莫逆。此事一旦为他们所知，势必要遇到阻力，因此皇上才定下了此策。梁王与薛青林在密信中究竟说了什么，会令圣上如此的重视呢？这一点卑职也觉得纳闷，可事关天机，又不敢多问。有时候卑职甚至觉得这封信到底是不是存在。密信是肯定有的，而且我敢断言，此信至今尚未离开武平。哦，阁老，您了解皇帝的脾气，这2年多来，他屡屡查问此事。可您知道，在偌大的平南侯府，要想找到一封20年前的密信，谈何容易？那简直就是大海捞针呐！小云自2年前潜入侯府，几乎查遍了府中的每一个房间，最后终于找到了那间暗室。卑职兴奋之余，不顾后果，给皇上上了一份奏折，声言此事数日之内便可以解决。谁想到却落入他人构中。原来是这样。我说皇帝为何不等你们内卫将信道出，便急于将我官复原职，查办薛青林？原来是接到了你的密折。正是。本来此事进行得非常顺利，只待小云道出书信，大人便可以大刀阔斧除掉薛青林这个危害一方的恶贼。谁知半道杀出个锦娘，将书信盗走。而今事成骑虎，密信也不知所终，卑职恐怕是难以向圣上交差了。看来你如此处事也是情非得已，倒是本阁错怪你了啊！卑职不敢。温开啊，这封密信必须要找到，否则你我都难脱干系。正是，卑职也是这样想。哦，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你。阁老请讲。据侯府的师爷张毅所说，薛青林抓住小云之后，欲以他为引诱你上钩，却反而被你们打了个措手不及。
你们是怎样得知小云被擒的呢？哦，来，啊，这就是小云。阁老。啊，阁老，此事确实是奇事一件。怎么讲？前天我接到了小云留在兰心亭内的字条，上面说他已经落入薛青林的手中，此贼正欲以他为引，在兰心亭埋伏，将我等围歼。卑职接到信后大为吃惊，这才做出了奇袭碎石滩、扫荡侯府的决定。可是阁老，那张字条并不是卑职留下的。那还会有谁？不知道。当我看到统领手里的字条时，也大吃了一惊。薛青林是不是你们杀的？回阁老，在没有得到密信之前，卑职怎么可能将他杀死？他活着，至少还有人知道密信的下落；他死了，线索断绝，一切就全凭我们自己猜测。还是小云久在侯府，对里面的事情非常了解，这才想到了锦娘。大人，那天您在勘察侯府现场的时候，就曾经说过，定有2路人马前后进行此案。现在看起来，真是这样。李将军说的再对也没有了。那天在现场，您一说出这句话，卑职真是打心眼里佩服，只是不敢说出口而已。阁老，您可能想不到，看到薛青林被杀，卑职心里是又急又气，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啊。今日之事，大家要严守秘密。孟开，在，立刻命令你属下的内卫停止一切行动。是。你私率内卫扫荡侯府，已为律法所不容。然本阁念及此事，一乃皇上授意，二来你良知未泯，未曾滥杀无辜，今日便网开一面，不予查究。然尔等今后要将功折罪，再不可行此暗昧之事。阁老教训的是温开糊涂。看来操纵此案的竟然是以锦娘为代表的内陆人马。大人，您说什么？难道是他？谁？锦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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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张毅叔吗？是我。真想不到，那个救锦娘逃出平南侯府，在兰心亭中替换薛青林留书，引来小云同党的人，竟然是你。怎么，不想说些什么吗？你们是怎么发现我的身份？起初我并没有怀疑过你，
只是觉得有些奇怪，锦娘一个如此弱小的女子，在没有任何人帮助的情况下，怎么能逃出薛青林的魔掌？但侯府被血洗，用元芳的话说，再想查出那个帮助锦娘的人，实在是太难了。然而今天晚上我与小云等人的谈话，提醒我想到了你。什么谈话？小云对我说，本来薛青林是要以他为引，诱其同党前来一网打尽，是吗？不错，此事我曾经对您提起过。是啊，但是小云的同党接到的纸条上，却将薛青林的部署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小云的手下，于是才有了第二天七夕兰心亭血洗平南侯府的那一幕。试问，是谁有这样的能力，可以知道薛青林的整个计划呢？只有我。想到了这一点，今晚我便提审了如燕抓到的那2个监视锦娘的侯府家奴。跪下！听好了，我只问一遍，只要有一字不实，立即推出斩首。是。是谁派你们来监视锦娘的？师爷张毅。目的是什么？是。怎么不说实话？元芳，拉住砍了！是。大人饶命！大人饶命啊！我全说。我们2人是师爷张毅的心腹，他派我们到狄府外，说是监视锦娘，其实是保护她。师爷跟我们说，只要锦娘出府，就立刻跟上，一定要保证她的安全。听了那名家奴所说，我将前面的事情连贯起来想了一遍，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锦娘的保护者就是你这位薛青林最为信任的贴身师爷张毅。是的，您说的一点不错，是我将锦娘救出侯府，也同样是我到兰心亭中唤出了薛青林那张字条，引小云的同党前来攻击。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了杀死薛青林。薛青林是你杀的？是的。那晚我在碎石滩假装身受重伤，而后随薛青林返回侯府。后爷，这。我在东跨院和后堂门前连杀了2名家奴，而后再一次潜入正堂。我薛青林是侯爷，皇帝亲封的侯爷，我谁也不怕，谁也不怕。啊！是你！啊！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你命锦娘盗书是为了什么？当然是为了报仇。本来我想将书信盗出，暗地送往京城，只要皇帝看到这封信，那薛青林定然是难逃死罪。可没想到事情发生了变化，小云的介入使我复仇的计划变得简单起来。他们替我清除了侯府中的家甲，这才使我有机会最后手刃薛青林。
那封密信现在何处？不知道。我劝你还是说实话。真的不知，应该是在锦娘手中。你是黄国公的后人？事已至此，大人就不必多问了。张毅只求速死。仇恨。张怀在，将此人暂押偏房之中，命卫士们好好对待，不可虐待刁难。是，请大人放心。走。真是没有想到，锦娘的幕后主使之人，竟然会是他。元芳，快！锦娘，锦娘，你醒醒啊！你醒醒！他醒了，醒了！快扶他起来！醒了，醒了！锦娘，你这傻丫头，你这是何苦啊？锦娘，你是我娘？我是如燕姐啊，锦娘。鬼！快扶他坐下啊！别害怕，是我呀。快坐下。叔父，您来看看吧。好孩子，把手给我好吗？听话，锦娘。哎。怎么样？三脉散乱啊，这是失心疯的症状。什么？他疯了？我想叔父，是的。你想想办法，他还小啊。不要着急啊，我再想想，让我好好想想。锦娘，鬼，锦娘，如燕，照顾好他。哦，怎么样？锦娘好些了吗？服了您配的药，镇静多了，可还是痴痴呆呆不认人。可怜的孩子啊！大人，冯万春醒了。哦，走，去看看。哦，你不要动，你伤重未愈，还是躺着吧。啊，这位就是狄仁杰狄大人。久闻狄公大名，卑职今日有幸得见。好了，不要说这套官样文章了啊！多谢大人救命之恩。
哦，你还是谢谢这位李将军吧。若不是他，恐怕你早就死在薛青林的锤下了。多谢李将军，救人之危是我的本分，大人不必客气。大人，我这个好武帝呀！今日本阁前来探望，就是想听你讲一个20年前的故事。该偿的就偿，该报的就报，该还的早晚要还。从前，卑职并不懂这个道理，行奸使恶，还用尽心机藏头隐尾，这才致使有今日之灾。此次事后，卑职已经彻底明白了。帝大人，您放心，我绝不会再有丝毫的隐瞒。好吧，但愿你所说的，就是本阁想知道的。帝大人，恐怕我说出第一句话，您就会彻底惊呆的。您现在看到的薛青林，并不是真正的薛青林。他的真名叫赵富才。什么？20年前，浔阳江畔有5个水匪，皆为异姓兄弟。这5人平日专靠劫夺来往客船上的财物为生，劫财之后杀人沉船，可以说是心狠手辣。这5个人便是冯万春、吴顺、葛斌、赵富才、黄文月。赵富才就是现在的这个薛青林。那是20年前的一天下午，我和老五赵富才在江边巡哨，发现远远的来了一只大乌篷船，池水很深，好像有很多财物。走。一条船，大人孩子，总共10余口，全部被我们杀死。现在想起来，当时的情景真是惨不可言。我们将船拖到档子里，检查了抢得的财物。这时候，老五赵福才在船上发现了一个包裹。大哥，你快来！你看，哎呦，啊，哎，这是什么？这什么？没用，扔了吧。哎，别介，哪天拿到街上，找代写书信的先生看看，怎么样？走。就是这个黄色封套，改变了我们后半生的命运。你说那黄色封套上面有2条赭色的飞龙？正是。几天以后，我们拿着在船上发现的身份文牒和这个黄色封套，
来到了街镇之上，找了一个代写书信的先生。好。这是一份通关文牒，上面的名字叫薛青林。你再看看这个。你们从哪儿得到这东西的？让你看你就看，管哪儿来的干嘛？好。几位，你们还是随我到家里来说吧。走。当时张显拱将我们请到家中，这才对我们说起了黄色封套里信的内容。信的内容是什么？这封信是梁王写给死去的薛青林的，要他在江州罗织材料，构陷黄国公李矮，事成之后定有封赏。怎么，构陷黄国公是梁王授意的？正是啊。当时我们几个目不识丁，也不知道黄国公李矮是何许人，因此就没当回事。可张显拱却说，这是一宗大富贵。我说张先生，你这话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大富贵？看这封信的意思，梁王并没有见过薛青林，只是与他爷爷太宗旧将薛万彻的交情很好，因此我们不妨谋划谋划，花些银两到江州城中去打听打听黄国公的事情，写上一封告密信，只要说他和越王勾结，这就够了。而后你们几位之中选出一人，扮作这个薛青林，赶到洛阳，将告密信投入铜轨。一旦黄国公被灭，咱们的富贵荣华，岂是旁人可比呀？这能成吗？万一被发现了？小老弟，你没明白，梁王并不需要真凭实据，只要告密信能落到皇帝手中，那黄国公就完了。到时候抄家灭门，认识薛青林的人都被杀掉了，那会儿谁还知道你是真是假呀？大哥，我看这事儿能行。弟兄们，你们看呢？就这样，我们6个人带着告状信来到京城，投入铜轨之中。果然，几天之后的一个夜里，我们居住的客栈中来了一个人。你找谁呀？谁是薛青林？我就是啊。这封信是你投入铜轨中的吧？正是。坐下说吧。请。后来我们才知道，来看我们的这个人正是梁王武三思。武三思坐下以后，3言2语便识破了我们的身份。你不是薛青林，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我说武大人，现在谁是薛青林还重要吗？什么意思？重要的是这封告密信啊！您看，现在我有薛青林的身份文牒，您就把我当做薛青林，不就成了吗？是啊，武大人，到时候黄国公满门处斩，有谁还会认得薛青林呢？而且，我们在薛青林的包袱中发现了几扎文记，上面提到了这件事。他说，黄国公有大恩于他，他绝不会做此禽兽不如之事。哦，他是这样说的？是啊，您看看这个。看来本阁是所托非人了。你们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既然这样，我就替你们担待了此事。哎呦，多谢大人。自今日起，你就叫薛青林，不管走到哪里，只能使用这个名字。懂了吗？青林明白。后来我们才知道，来看我们的这个人就是梁王武三思。武三思坐下以后，三言两语便识破了我们的身份。你不是薛青林，你们究竟是什么人？我说武大人，现在谁是薛青林还重要吗？什么意思？重要的是这封告密信您看，现在我有薛青林的身份文牒，您就把我当做薛青林，不就成了吗？是啊，武大人，到时候黄国公满门处斩，有谁还会认得薛青林呢？而且，我们在薛青林的包袱中发现了几扎文记，上面提到了这件事。他说，黄国公有大恩于他，他绝不会做此禽兽不如之事。他是这样说的？是啊，您看看这个。看来圣上是所托非人呐。你们说的也有几分道理。既然这样，我就替你们担待了此事。哎呦，多谢大人。自今日起，你就叫薛青林，不管走到哪里，只能使用这个名字。懂了吗？青林明白。庶子可教青林兄，苟富贵，勿相忘一切全靠大人提携。我今天来就是要说说这封告密信。那天晚上，他告诉我们告密信应该怎样写，何处为轻，何处为重，并监督我们将信写好后，这才离开。这个奸贼！你刚刚说，薛青林在文札中提到，
他不愿意参与构陷黄国公一事。正是。看来这个薛青林还是个有良知的人啊。是啊。唉，好了，你继续说吧。自此之后，一场灾害黄国公的阴谋便开始了。因薛青林是假，因此他不敢公然露面，所以就由我们5个轮番到江州刺史府投状上告。而赵富才在京城得到武三思的指令后，便暗入江州，指挥我等照令执行。果然2个月后，黄国公满门抄斩。而那些认识薛青林的人，大都与真薛青林一样，是黄国公的幕僚，因此也都随李矮被杀。这样，假薛青林终于敢在人前露面了。狄大人，这之后的事情，您就都知道了。做水匪的时候，你们天天杀人吗？当然不是。那你们算过没有？做水匪一共杀过多少人？这100、200，还是300？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可是你们的一封诬告信，杀死了多少无辜之人呢？你知道吗？那后来呢？后来我们6个都得到了封赏。为了保险起见，我们6人在龙王庙起誓，各享富贵，绝不来往，直到这次黄文月的死。你说的这些很重要。虽然我对你们所做的一切万分憎恨，但今天我还是要感谢你。谢谢你有勇气将这番话对本阁说出。大人，黄国公案后，卑职心中的煎熬没有一刻停止。卑职好了，如此说来，你的心中还是有一点良知的。你的重伤未愈，还是好好休息休息吧。真想不到，事情竟然是这样的。构陷黄国公，竟然是梁王主谋。这也难怪皇帝为什么要派内卫前来武平了。哦，武三思毕竟是他的侄子，皇帝是不愿意让这种不光彩的事情散播出去，这才派内卫潜入侯府，将信取走。大人，现在案情已经非常清晰了。当时您所说的一点也没有错，此案破获出来，真的是令人吃惊啊！看来，这就是薛青林为何要杀掉这5位好友灭口的原因。而张毅本就是黄国公之后，
黄文岳、葛斌这些人都是他的仇人，于是他便协助薛青林将这些人一一除去，最后自己动手杀掉了元凶薛青林。这一切顺理成章，无懈可击，我看可以定案了。我的，给我。梅香，小姐，去吧。锦娘。啊，娘，来，喝点水吧。啊，喝水。慢点，慢。娘，你哭了？锦娘，哦，原来是这样。此案已经真相大白，我也该离开武平，回京城向皇帝交旨了。大人，您要离开武平？是啊，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此案一结，我这个处置使也该回京面圣了。大人，自永忠一到武平，便蒙您老人家教诲，永忠万分感激，请受卑职一半。好了，快起来啊！永忠啊，你立刻调动武平县内的船只，安排狄大人及钦差卫队，本州及州衙官吏迁转江州。冯万春和张毅暂押狄府之中，由牵牛卫看守，等候圣旨传调，而务要小心在意。是，卑职马上安排。大人，保重啊！保重啊！率河衙属役恭送处置使大人。恭送大人。大人，保重啊！
让我们看一看你的真实面目吧。真的是你，真的是你呀！你不是黄国公的后人，也不是李姓宗嗣，你是薛青林。不错，你说的很对，我才是薛青林。锦娘和张毅是你什么人？锦娘是我的女儿，张毅是我的书童。锦娘是你的女儿？是。你这个畜生！为了报仇，竟然将自己的女儿出卖给薛青林这种恶棍，你还是人吗？如果不是几个微小的细节，你几乎使我相信那个连环杀手黑斗篷就是平南侯薛青林。什么细节？第一，是张毅扔在张贤公和吴顺死亡现场的那件圆领袍，这是欲盖弥彰。第二，是薛青林使用的那柄铁锤，那铁锤太小了，也就是20余斤。记得袁方曾经说过，在江州管驿、武平平阳客栈以及夜船之中的那柄夺命铁锤，
至少也要70-80斤。元芳，我说的对吗？大人，卑职真是愚钝，竟然忽略了这一点。我早就说过，你是被自己的情绪蒙住了眼睛。真正使我怀疑你的是第3点，那就是吴四师身上的那封密信。啊？那封信是被你取走的。您说的很对，那封密信现就在我的手中。锦娘夜探县衙停尸房，如燕为救其脱险，假扮鬼怪。你得到衙役的禀报，连忙率人赶到停尸房中。你发现吴四尸身上的衣服被翻乱，立时就想到此事一定是锦娘所做。他在寻找失去的密信。啊，你们先出去，本县要好好查查。是。走走，快！是。走。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的，你取走了那封密信。最后一点让我怀疑你的，就是锦娘上吊自枪这件事。啊？什么？锦娘上吊？如燕姑娘，锦娘她……现在才想起她来，太晚了吧？如燕姑娘，锦娘她还活着吧？啊？锦娘还活着。锦娘上吊之前的状态一直非常焦虑，竭力寻找那封失去的密信。就在她快要绝望的时候，想起了你，于是她要如燕陪她到县衙，就是想问问你是不是已经从吴四身上取走了密信。可当时你不在衙内，正好在第2天，也就是锦娘上吊的当天，你们见了面。那天夜里便发生了上吊之事，像是锦娘从你那里得知薛青林已死，大功告成，这世间再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这才选择了死路。我一直想告诉锦娘，信已到我手中，而且当时薛青林已死，那封密信已失去了作用，却苦于没有机会。终于，前天我听说锦娘要见我，于是我便事先写了一张纸条，藏在自己的手中。这些都是永忠应该做的。妮妮锦娘拜谢大人救命之恩。哎，快快请起，快快请起。可没想到，他
他竟然会……你为了报仇，将女儿的清白之身出卖给他深恨的恶贼，而且，当他知道出卖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是毫无用处的一封密信时，你想一想，他会怎么样？换了你，你又会怎么样？好了，如烟。我不得不说，林永忠是个好县令，却不是个好父亲，更不是个好男人。利用亲生女儿的色相来达到复仇的目的，庶人不为，何况君子乎？元芳、如烟，你们去准备吧。当年你不肯陷害黄国公一家，举家逃离江州，不想半途之中为水匪所害，乃至家破人亡。我说的不错吧？我一家老少10余口，只活下了我们3个。那时候我女儿锦娘刚刚满月，从那时起我就发誓要报仇。10年后，我考中了进士，步入了仕途，怎奈我为人耿直刚正不阿，屡遭排挤，所以做了近10年的县令啊。可是我不后悔，在做县令的几年里，我暗中将假薛庆林这一干恶贼的情形摸得一清二楚，而且我派遣张毅打入侯府，以为内应。当这些准备做完之后，2年前我派锦娘来到武平县，伺机潜入侯府，将梁王写给我的那封密信偷盗出来。当时我想，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然而，更好的机会出现了。黄文岳离任，武平出缺，为复仇，你毅然放弃了富庶大县，来到武平。上任之前，你暗中通知张毅前往江州，协助你除掉黄文岳。不错，那天是4月19晚上，没有月光。这位先生，您找谁啊？我想求见原武平县令黄文岳大人。请您跟我来。那小的就先告辞了。好。阁下是？请问是黄文岳黄大人吗？正是。啊，在下林永忠，新任武平令。哦，林县令，久仰久仰。是你？不错，黄文岳，你没有想到事隔多年，我还会回来找你吧？就这样，我杀死了第1个仇人。我之所以在江州动手杀掉黄文岳，就是因为想到了冯万春等人定会认为是黄国公后人报复，而跑到武平去找薛庆林商议。这样，在张毅的帮助下，我便可以一个一个的将他们除掉。从此之后，
武平的血案便一件接一件的发生了。张献公吴顺深夜欲回江州，被张毅偷听而知，他将消息告诉了你，于是你提前在船上埋伏，杀死了这2人。而后张毅故意在现场留下袍服，将矛头印向了薛青林。不错，张无之事后，我发现薛青林非常惊慌，因为张毅告诉我，在他的府中还有另外一路人马。虽然我并不知道那些人是谁，但是直觉告诉我，机会来了。果然，我成功地利用了他们之间的空隙，在兰心亭替换了纸条，引小云的手下七夕碎尸滩，血洗侯府。等他们撤离之后，我便趁虚而入，杀死了薛青林。我薛青林是侯爷，皇帝亲封的侯爷，我谁也不怕，谁也不怕。啊！是你，李永忠。我不是林永忠，我是薛青林。啊！你没死？我没死，可你该死了！就这样，我手刃了除冯万春以外的所有仇人。在此之前，锦娘已经得到了那封书信，而当时你却还未到武平。是的，当时锦娘传来消息，说她找到了密信的下落，这令我非常高兴。于是我即刻动身前来武平，没想到第1天就碰到了您。我和锦娘在县衙外见面，锦娘对我说那封密信不见了，我让她赶快寻找，这样才有了后面发生的事情。明白了，现在才是真相大白。大人，您是怎么想到我就是真正的薛青林呢？第一是你天生神力，听说你的祖父薛万彻就是力大无穷，勇冠3军。第二，梁王给你的那封密信，除了假薛青林一伙以外，绝不可能再有任何外人得知。可是锦娘潜入侯府就是为了这封密信，那么她是如何得知这件绝密之事的呢？但我听完了冯万春的叙述，就已经明白了，你就是薛青林，而不是什么李姓宗嗣。哦，原来是这样。永忠啊，你锤杀了4位朝廷命官，1位侯爵，我该怎么处置你呢？永忠情愿领死。为了复仇，你们都不惧一死。可是你们想到过没有，如此处心积虑的复仇，会给自己和家人带来多么沉重的打击？大人，锦娘她还好吗？她怎么样了？你想见一见自己的女儿吗？锦娘，她在这儿。锦娘，他是鬼！锦娘，是我呀，我是爹爹呀。爹爹啊，是爹爹，是我呀。鬼！他是
锦娘，好了好了好了，咱们不看鬼了啊，咱们走。锦娘，锦娘，锦娘，你杀死了薛青林，杀死了所有的仇人，同时也逼疯了自己唯一的女儿。永忠啊，这样的复仇，你得到了什么？到头来是场更大的悲剧。您是不是还在想怎样处置林永忠？其情可悯，其行可原呐。我只能用这8个字来概括他所做的一切。恩师，您的再造之德，文开永世不忘。好了好了，哦，文开啊，随我走走啊。好。知道给皇帝的奏折应该怎么写吗？哦，据实陈奏。这是当然。可究竟怎样写才算是据实陈奏呢？恩师的意思是，奏折要写得干净清晰。请恩师明示。薛青林为皇帝深恶痛绝，因此他的罪状要条条陈明，不可遗漏疏忽。就是说，此次武平案中的罪犯只有一个，那就是薛青林。那林县令怎么？林县令难道不好吗？啊？这哦，好，当然好啊！林县令是一个深得当地百姓拥戴的好官呐。好，好啊！狄怀英和温开此事办得好啊，真可说得上是功德圆满。尤其是除掉了横霸乡里的平南侯薛青林，真是大快人心。正是。武平令林永忠极得狄怀英赏识，他在奏折中说，江州长史冯万春因病辞去长史之职，朕看就着林永忠补之。是。哦，陛下，狄公今早给吏部发来一份唐文，文中说他已交回内史印及江南西道处置使官牒，并将钦差卫队发回。他在文中恳请陛下
还是允许他以闲官治事，一旦有事再委以差遣，不知陛下以为如何？哦，简之，你看呢？匹夫尚不可夺其志，况敌怀鹰乎？准奏。李大人，冯万春今日了断红尘，遁迹空门，但愿能赎宿罪。支持近乎勇，冯大人好走。从今日起，你就是江州长史，四品大吏，好好的干吧。谢先生教诲。先生，但愿先生能多钓上几条鱼精。我走了。好。如燕姐，让我来吧。请订阅频道，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